这样的你不知道不是你，不知道我为你的的心情。叶凌晨故意伤人，打伤兄长叶坤，下手歹毒。现在经过长老会决议，剥夺其叶家弟子权利，赶出叶府。不可能吧？这叶凌晨难不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居然敢下此毒手，真是太意外了。叶凌晨连武技都没有修炼，怎么可能是叶坤少爷的对手啊？这样的你不知道不是你，不知道我为你的心情。他难道真如传闻说的，是妖孽转世？哼，谁知道呢？反正叶凌晨早就是咱们叶家的奇耻大辱了，这回赶出叶府也好，省得日后看见他那张臭脸。是，没错没错，滚出去吧！滚出去吧！滚出去吧！叶家虽大，却没有我叶凌晨的容身之地。无论我表现得多么努力，无论我多么隐忍，在你们眼中，我始终是妖女之子，早晚会被你们赶出家门。只有我这个白痴，才会觉得，只要我表现得够好，就会赢得你们的认可。原来我错了，其实我早该打醒自己了。唉，晨儿，大伯对不起你呀，何弟呀，原谅我没有照顾好晨儿。大伯，晨儿不孝，这些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以后若有机会，定会回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哈哈哈，还想回来？门儿都没有！先想想今晚在哪里落脚吧。据说今晚有年兽出没。哈哈哈！三长老，你够了！这叶云山果然厉害，居然被他修炼成了鬼龙煞气，看样子是已经步入炼道期了。叶凌晨，你起来吧，今晚就留在府中，明日一早再走。族长，这样做只怕不妥吧？既然叶凌晨已经被逐出叶家，还是早些让他离去。大长老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铁石心肠了？就算是个路人，难道也不能收留一碗？那倒不是，若是一般的路人，收留一碗也无妨。可要是一个妖孽嘛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这股力量让我打残了叶坤的。可这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以前却不曾发作呢？若是我能够开发出这股力量，只怕我的修为会暴涨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放过叶家那些老古董的。唉，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。晨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打开了，这股力量。哇，睡了这么久，终于睡醒了。你没有幻听，是我在说话。你是谁？
叫我七爷就好了。七爷我乃是1000年前7大剑皇的本命剑元凝聚出来的，在你母亲孕育你的时候，被他植入了胎盘之中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先天元种。只是你这小子也太不争气了吧，到现在才唤醒我。哎呀，不明白不要紧，以后会慢慢明白的。简单说，我身上凝聚了7大剑皇的本命剑元力量，更有7种独特的剑技，这些啊，全都是你的。嘿嘿嘿，哎，不过要等你修为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修炼，懂了吧？也可是宝贝。晨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大伯，没事儿。没事就好。看样子你的身体确实有些异常，可能传承了你娘的血统吧。我娘？大伯，这些年来，我每次问你关于爹娘的事情，你都不肯说。我娘她真的是妖女吗？唉，天下善恶妖邪，谁又能分得清楚呢？妖也有好的，佛也有坏的，错不在你爹娘，错的是世俗的条条框框。好了，晨儿，现在别多问关于你爹娘的事，将来自然会告诉你的。其实大伯这次过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讲。这是剑灵白木令，乃我多年前偶然得到，有了这令牌，就有了参加剑灵宗入门弟子考核的资格。我现在交给你，你争取拜入剑灵宗，修炼出一身本事来，于此我也算是对得起你爹娘了。剑灵宗，那不是传闻中的修道圣地吗？不错，虽然大伯年纪已大，错过了剑灵宗考核的时机，不过你却有这个资格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本先天垂阳剑，乃是一门修炼气劲的法门，是你父亲生前的遗物，你也一并带在身上。以前在家族你无法修炼武技，现在不受限制，你要好好修炼，也好在剑灵宗立足。这先天垂阳剑是你父亲最得意的一门武技，共分为9层，修炼到大圆满，可让你劲道激增9倍，力破万法。晨儿，等你修炼好了这门武技，有机会大伯再将咱们叶家的鬼龙煞气传授给你，但一定要努力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大伯。百年不遇大雪天，此去剑灵宗路途遥远，还是大伯送你去吧。这就是剑灵宗所在，看见那最高的4座山峰了没？那就是剑灵宗的天通、地震、玄道、黄庭4大学院。你要是能够拜入其中任意一个学院，就会成为正式弟子。好了，大伯也只能送你到这里，以后的路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大伯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一定要拜入剑灵宗。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来拜师学艺。喂，小子，你看什么？说的就是你。小子，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哼，完了完了，你小子惹怒彪哥了，赶紧滚下山去，否则断你4肢。想不到刚刚上山就遇到这等气煞旁人的事了，今日小爷不好好治治你们，就不叫路飞。这小子居然想收拾我吗？真是太好笑了。要你们好笑，虎蛇剑诀。兄弟别怕，这种恶霸我见多了，今天被我撞上，算他们倒霉。真罡煞气，是炼道气的高手。嘿，果然这小子要倒霉了。这个人我认得，是考核殿的主考官王鹤，炼道气的人物啊。他们简直就是找死，居然在这里闹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事不能怪他，是我跟那3个家伙打起来的。我有问你话吗？
不关他的事。那是关你的事儿了。也不关我的事，关那3个家伙的事儿。事情是他们挑起来的，我们没错。这个小子潜力不错，不过方才他忽然爆发的一股力量，把对方3人撞倒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出轨了？你们2人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凌晨，树叶的叶，凌云的凌，凡尘的尘。我叫路飞，我爹说希望我能成为大陆飞鹰，好友9天。好了，虽然没有经过考核，但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潜力，我就破例让你们加入剑灵宗的黄庭院，成为正式弟子。当然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1个月后是黄庭院的长老考核，只有通过了长老考核，成为内门弟子，才算真正加入了剑灵宗。这里是你们2人的弟子玉简，这就是你们剑灵宗正式弟子的身份，背面留有考核老师的名字。等你们成为内门弟子，便用这玉简去换内门弟子特有的玉简。就这样成了正式弟子了？这也太容易了吧，好像跟做梦似的。应该就和大伯说的一样，剑灵宗只是9品宗门，收弟子并没有那么严格，只要有些培养价值的弟子就很容易过关。要是王级宗门，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。好了，你们现在已经是正式弟子，我会让师兄带你们去弟子居。这还只是一个正式弟子，要是成了内门弟子，那这待遇岂不是还会再提升？小子，你就这么点出息，安于现状了？小七，是你啊？小七，没大没小，喊七爷，快点！虽然你是1000年前就存在了，不过孕育出来不还是昨天的事儿？比我小16岁，还叫你七爷，那不是便宜你了？似乎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哼，谁让你小子这么没用，16年之后才将我唤醒，现在才引气境，丢人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想我7大剑皇时代，那哪一个不是才华绝绝的天纵之才？哼，罢了，从明天起我开始特训你，1个月的时间内，我要你晋升内劲境，半年之内成为炼道期高手。天地万法，剑道书籍。这篇剑者七窍上写的剑道是诸天万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。说到剑者当有7窍：剑速、剑势、剑势、剑运、剑意、剑眼、剑心。7窍平衡，当为天生剑修；7窍残缺，则剑道无缘。不过大多数人则是7窍偏差，便衍生出了各类型的剑修。自从我入了这剑灵宗，已经1个月了，却只打通了后3窍中的心窍，完全没有道理啊！你小子知足吧，剑心乃是7窍之中最难打通的一窍。你1个月的时间打通了心窍，这速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估了。你要知道，七爷我可是7大剑皇的本命剑元凝聚而成，虽然觉醒的晚了点，但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修为必定突飞猛进。这倒也是。小七，若不是1个月前你忽然觉醒，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叶家的那些老家伙，我始终记得你们是如何逼我伯父，如何将我扫地出门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回去讨回这笔账。这有啥难的？喊一声七爷，我立马传授你7大剑皇的剑技。到时候对付你们家族的那些长老，还不是砍瓜切菜一样容易吗？七爷。
还差不多。剑技呢？嘿，你猴急啥？以你现在的修为，不过是引气境的后期，就算修炼门槛最低的剑气剑符，也至少要有淬体境的修为。就算是我把7大剑皇的本命剑元之力灌注于你体内，以你现在的身体承受能力，必死无疑。小七，你耍我？剑符是什么剑技啊？嘿嘿，这剑符啊，乃是当年东林剑皇的独门剑技，原理嘛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真气凝聚成符箓，但却具有十足的突击性和暗杀性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在对战的时候，突然释放出一道剑符来，打得对方措手不及，而且不在当时浪费你丝毫力量。这么说，要是我多凝聚几道剑符，压缩几个厉害的剑技在里面，岂不是可以对付比我厉害的多的人？嘿嘿，这呀就是剑符的妙处。而且剑符是没有限制的，你可以压缩一个普通剑技在里面，但也可以压缩一个无上神通在里面，这要看你能力而定。你的能力越高，制造出的剑符自然越厉害了。当然，以你现在的能力就不要想了。那剑符的道理虽然简单，但却要用到剑者七窍的原理，还需要东林剑皇的独门手法，并且要可以引出体内真气才行。你呀，还是先修炼到淬体境才考虑吧。你说的不错，想要修炼强大的剑技，则要打熬好肉身，有了稳固的根基后，才有一切。快要天亮，是时候去修炼一下剑眼了。咦，这是捕捉到了，太好了！唉，马马虎虎喽。好在你天赋不错，可要是你以为这样就行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一次就是为了那个什么考核，等你考核通过之后，真正的苦修才开始。到时候我会教你怎么把内劲转化为真气，然后教你第一个剑技剑符。只有修炼好了剑符，你才有一丝保命的本事。不是吧？我才刚刚开了剑眼，你就来损我？你要知道，我除了修炼你教给我的东西，还在修炼先天纯阳劲，我容易吗我？说来这先天纯阳劲确实是一门不错的武技，跟剑符一般有着无限制特征。随着你的力量增强，爆发出的多重劲道也越强。可是没有修炼出真罡煞气，成为炼道期高手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道世界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去找路飞。不知道这个小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骑势如虎，灵动如蛇。谢凌晨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们陆家的虎蛇剑诀的要领？这不可能。今天是内门考核的大日子，咱们可不能迟到。边走边跟你说吧。什么？原来你有过目不忘、无师自通的本领。若非如此，你不可能知道我们陆家不外传的虎蛇剑诀。因为我看你耍了一遍，按照你的剑势延续下去，结合你的气息运转，我才得到骑势如虎，灵动如蛇的要领的。厉害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像你这样的天才。你的虎蛇剑诀想要练好，主要是剑势和剑势的修炼。剑势则是激发出猛虎之势，剑势则是让你的剑法灵活起来，两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变换，也就意味着虎蛇剑诀大成啊。李公子，这种只懂得纸上谈兵的家伙，何须跟他动怒？哟，我倒是谁一大清早就敢在寿法堂前大谈剑道，自以为是。原来是修为达到惊世骇俗引气境的叶少爷啊！李劝奏，哼，你是什么人？眼不见为净，路飞，别理他。哼，居然敢无视本少爷，区区一个引气境也敢这么嚣张，
以后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李公子，这种只懂得纸上谈兵的家伙，何须跟他动怒？我们可是有大幸运的人，这黄庭院不过是咱们的一个驿站罢了。很快，我们就会成为亲传弟子，直接入住亲传弟子殿。王兄说的极是，这家伙就是贱命一条。咱们河阳城出了名的妖徒，想不到也来剑灵宗。哼，等小考完了，定要他叶凌晨难堪。这个长老好厉害，好像一眼就可以把我看穿了似的。他该有多深的道行啊！今次是你们的考核课，下面我每个人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回答对了，就可以留在这里成为内门弟子，真正的开始修炼。回答不上来，就立即下山去吧。好，先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。什么是剑者七窍啊？剑者七窍，乃是剑修拥有的7种特性。剑速指出剑速度，剑势指气势力道，剑势指剑术招式，剑运剑者气运，剑意剑道意志，剑眼洞察入微，剑心则可通灵。7窍平衡乃是剑道天才，7窍残缺则无缘剑道巅峰。而往往多数人则是7窍各有偏重，偏重剑速则修快剑，偏重剑眼则修妖剑，偏重剑势则修重剑。很好，天赋中等，但后天肯努力，一样有希望。合格。功法又分为几个等级啊？功法分为从低到高，分为武技、神通、大神通术、无上神通。天下法宝和丹药又有几个等级？法宝和丹药一样，从低到高，法、灵、玄、道，每一个等级分为9阶。合格。下一个，天下宗门分为几个等级？分为3级9品，1至3品为霸主级宗门，4至6品为王级宗门，7至9品为普通宗门。剑灵宗乃9品宗门。画蛇添足，不合格。下一个。下面我变一个方式来拷问你们，看清楚了。好快，太快了吧！是啊，根本没有看清楚。这一套流云剑诀是我们黄庭院的基础剑诀之一。不过你们有谁知道这流云剑诀的奥义？这一题可以抢答，谁人答对就算合格，并且还可以得到1瓶淬体灵液。我来试试。哼，是这家伙，这小子只会纸上谈兵，空口说白话，他不可能知道。他要知道，我李欠揍的头砍下来当马桶都可以。老子打不上来，可不能让你叶凌晨抢了风头。这家伙真的知道吗？我们连看都没有看清楚，我实在是不信。我看他是一时冲动了，真让他说，不见得知道。是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他凭什么就知道？他不可能回答得上来的，等着看他出洋相好了。哼。你知道？那你说说看，说不出来可是要被赶下山的。流云剑诀的奥义是行云流水，随心而发，并没有固定的招式，偏重于剑眼、剑势、剑速。快剑之中带着妖剑，妖剑之中又带着重剑，那是一套综合型的剑诀。答对了。哼，开玩笑，我可是拥有着7大剑皇剑元的人，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剑技都看不懂？哎，谢凌晨，正好咱们缺个马桶，
某人刚刚说要把头砍下来当马桶的，不知道可还算数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好你个叶凌晨、路飞，待会儿下课定饶不了你们！哼！好了，不合格的弟子，随我一起下山吧。其余人自行散去，明日再来这寿法堂，由我正式给大家传功。虽然你们已经是内门弟子了，但3个月后的问剑大会决定你们能否成为亲传弟子。只有成为亲传弟子，才是门派真正大力培养的人。所以你们在私下莫要偷懒，争取能够在问剑大会上取得好成绩。这叶凌晨可真厉害啊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太神奇了，简直不敢相信，看一次居然就会了，感觉好假啊！是啊，我怎么就看不懂呢？那是自然，叶凌晨有过目不忘、无师自通的本事，什么剑技他看一次就会了。还有这事儿？云霓大美女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若不信，你自己问问叶凌晨。哼，叶凌晨也就会纸上谈兵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李千奏，你想干什么？还不放开叶凌晨？宗主，内劲，想不到你居然练出了内劲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哼，叶凌晨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废了路飞。嘿嘿，好样的！卑鄙！你们这两个家伙，我呸！放开他！嘿嘿，想要我放手也行。刚刚路飞不是吹牛说你有过目不忘、无师自通的本事，看什么剑技一次就会吗？现在你就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把流云剑诀施展一遍嘛。是啊，我王卓这个人最恨别人吹牛了。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，你若真有那个本事施展出了流云剑诀，我们便放了路飞，并且跟你赔礼道歉。若是施展不出来，你就得把那瓶淬体灵液给我们，如何？笑话！你们输了，赔礼道歉了事儿；我输了，就得给你们淬体灵液。天下哪有这种赌法呀？赌不起，别赌啊！哼，你想诈我们？没这么简单。好，正好本少爷这里也有一瓶淬体灵液，只要你能够施展出来，我就当做赔礼。你敢不敢打这个赌？很好，想不到还有意外的收获。你们看好了，等着闪瞎你们的狗眼吧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到时候别抵赖。他居然真的施展出了流云剑诀，只看一次啊！流云剑诀，真正的流云剑诀啊！太好了，叶凌晨果然是个剑道天才，这回你们没话说了吧？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一定是早就修炼过，否则怎么会的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来迷惑我们。哼，我不会相信的。可怜之人啊，以你们这点气量和见识，永远也别想成为亲传弟子。我就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愿赌服输，乖乖的把淬体灵液交上来吧。不算，你这根本就假把式，糊弄师弟师妹就罢了，可这点小把戏逃不出我的双眼。你耍诈，是你输了，快把淬体灵液交给我。李千奏，你们明明就输了，愿赌就要服输。就是啊，玩不起别玩啊，你还是赶紧把淬体灵液给叶凌晨吧。不错，这样起码还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，以后大家还是同门，否则还真就是太无赖了。
好了，各位同门，我李欠揍绝非耍无赖。如果叶凌晨所施展的流云剑诀是真的，那我无话可说，自当双手奉上淬体灵液。可要是他欺骗我们，难道你们还要帮他说话？那你想怎么证明？这个简单啊，如果是真正的流云剑诀，定有不俗的威力。只要你用流云剑诀打败了我，不就可以证明了？反之，要是你输了，就是你用障眼法欺骗大家，你的淬体灵液就得归我。无赖，简直太无赖了！这话居然也说得出口。谢凌晨，不要答应他，他已经是内境后期了，你才刚刚踏入内境境，你不是他对手。咱们只要将这件事禀明了长老，他定会为你做主，大家都可以作证的。是啊，叶凌晨，你根本不用答应他，我们都为你作证。是啊，叶凌晨，你干脆就当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缩头乌龟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要你的灵液了，就此别过。李欠揍，往哪里走啊？难道你不想要我手中的灵液了？哦，这么说，你是答应跟我武斗了？你已经挑战我的底线了，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叶凌晨，你疯了吗？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，我们犯不着啊。既然是正式的比斗，你还是挑一把好剑吧，免得说我欺负你。对付你何须用剑啊？既然是真正的流云剑诀，即使无剑在手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很好，居然口出狂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叶凌晨，你给我受死！想不到李欠揍这么耐打，这一击点子在他身上，居然被一股内劲震开了几分。没有催动先天纯阳劲，我的内劲还是要比对方弱一点，看来要找弱点了。有了！叶凌晨，你个小王八蛋，该死，该死！哈哈，李欠揍，你歇菜吧，赶紧回家换条内裤去，免得出来惹人笑话。就是，叶凌晨技高一筹，你就别逞强了。丢人，真是太丢人了！要是我，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，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多谢李师兄手下留情，承让了。哼，想夺淬体灵液，难不成王师兄觉得大家意犹未尽，想出来助助兴吗？少废话，东西留下！他想干什么？不会闹出人命吧？头脑发热就该冷静冷静，输他了。会不会搞出人命啊？放心吧，这家伙也是内境境后期，不会有事的，顶多撞成白痴吧。叶凌晨，你不要得意，我要把此事禀明执法长老，你准备受罚吧。哼！受罚？放屁！就算受罚，也是你该受罚。别忘了，战斗是你挑起的，关叶凌晨屁事。路飞，你也别得意，早晚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罢了，路飞，咱们走吧。李欠揍，有种你就去告状试试看啊！胆小鬼！你以为老子不敢吗？叶凌晨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叶凌晨，何必怕他？所有的师兄弟都看不惯那个家伙。哼！你没看出那家伙对我们动了杀心吗？杀心？他有那个能耐吗？方才他丢了脸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肯定会用各种手段报复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格外小心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告诉长老？这是咱们小辈之间的事情，没有必要惊动长老。我刚刚临走之前已经激怒李欠揍，他肯定会去和执法长老举报。
私斗这件事情，无论是谁挑起的，都要接受惩罚。啊，你明知道会这样，还故意激怒他，你怎么想？你忘记门规上是怎么写的？私斗弟子轻则禁闭黑木林3月，重则逐出宗门。如果是内门弟子之间的私斗，我想了不起也就禁闭黑木林3个月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到时候我就有机会彻底解决李千奏了。哦，你想杀了他？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如果我不杀他，他就来杀我们。只要在剑灵宗1天，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叶凌晨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说大话，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这事儿和你无关，就算没有这事儿，他们一样会想办法刁难咱们的。这3个月你得多加小心了，以免被人背后放冷箭。哎，对了，这瓶淬体灵液你拿过去，反正我有1瓶，多了也浪费。都是兄弟，别跟我客气了，争取早点进入淬体境啊！哎呀，不好，你这一禁闭就是3个月，岂不是3个月不能学习道法武技了？3个月之后可是问剑大会啊！要知道这3个月的时间多么宝贵，传法长老会在3个月内传授大家不少武技道法，就是为了3个月后的问剑大会。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？难道你不想成为亲传弟子？正好这3个月，我可以修炼小七教给我的武技。3个月之后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3个月之后，问剑大会上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叶凌晨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争取能够成为亲传弟子，就像罗浩然他们那样，入住亲传弟子殿，更有可能得到院长的亲自教导。罗浩然，你说的是黄庭院第1大亲传弟子？自然是他了，黄庭龙榜上，他可是一直占据着第1的宝座。龙榜？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真的假的？连龙榜也不知道？4大学院都有一个龙榜，只有亲传弟子才有资格登上龙榜。龙榜的排名积分可以间接的看成你在宗门里的地位，名次越高，待遇越高。而像我们这些内门弟子，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个罗浩然到底有多厉害，居然可以在龙榜上一直霸占？听说3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玉器的境界，现在怕是已经入道了。3年前就玉器了，也难怪。不过小七说半年之内就要让我踏入炼道期，按照这个速度，3个月至少要到玉器境了吧？可惜还是相差太大。不过只要给我时间，那个什么罗浩然也不是不能超越。唉，只可惜罗浩然在咱们黄庭院确实算厉害，可跟其他3院弟子一比，就显得普通了。怎么说？众所周知的是，4院龙榜上的弟子，咱们黄庭院是最弱的。就拿天通院的龙榜来说，罗浩然勉强只能挤进前10，地震院和玄道院的龙榜稍弱一分。不过我估计罗浩然也只能在7、8名的位置。在龙榜之上还有个天榜，天榜是整个剑灵宗亲传弟子及核心弟子的排名，罗浩然已经在50名开外了。叶凌晨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！哼！是吗？我倒挺乐意来这里磨练的。呵呵，你也就现在嘴硬一下，黑木林凶手出了名的嗜血，你能不能活着出来都还不知道呢。好了，都发禁闭了还这么多嘴，你们2个给我进去好好反省。这里就是你们禁闭之地，以此为中心的1000丈范围内都有法阵笼罩，一般的凶兽不敢进来。超过了这个范围，要是受到什么凶兽的攻击，就自认倒霉吧。叶凌晨，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你，你敢让我难堪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来。就凭你啊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哼，叶凌晨，你以为我会这么傻？有罗浩天师兄出马，这一次你绝技跑不了。你就是叶凌晨，果然有几分不凡之气。不过可惜，
既然李师弟愿用10个灵盒来孝敬我，我也只好将你扼杀于摇篮之中了。李千奏，看来你为了要除掉我，倒是一番破费啊。可惜啊，今天要让你们失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区区一个内禁境初期，想要隔着2个境界打败我？哟，叶凌晨，你莫不是吓傻了吧？罗师兄可是玉气境的人物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口出狂言？当初有个人自恃修为比我高，用了跟现在一样的语气跟我说话，可结果菊花外露，丑态百出。哎，李师兄，你说这个人是谁呢？哼，叶凌晨，你也就现在耍耍嘴皮子，待会儿看你怎么跪在我面前求饶。罗师兄，你赶紧的给他点教训，太嚣张了，完全无视你的存在啊！此人也开了剑眼，更有御气的能力，着实是不好对付。这就是御气。哼，白日做梦。这是神通游龙掌，给我死！叶凌晨，你这次死定了！罗师兄的游龙掌绝对不是你可以对付的，赶紧跪在我面前求饶，我可以考虑让罗师兄给你留个全尸。你就只有这点承诺，真是太叫我失望了。好一个硬骨头，很好，这一次我就要你起不了身。哼，真是窝气！游龙掌是一枚攻守兼备的神通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根本无法打破这真气屏障。敌我形势都没有判断清楚就动手啊？需不需要七爷我来帮帮你啊？不要。嘿，别逞能啊，小子！呵呵，喊声七爷，我立马给你力量打趴这家伙。我想试试，以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干掉他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再出手吧。玩游击战，别做梦了，看你往哪儿逃！看样子他是上当了。可恶，这小子到底藏在了哪里？糟糕，已经到了法阵的边缘了。哼，我明白了，这小子是故意引我来这里，想利用凶兽干掉我。好阴险的家伙！可惜，哼，还好老子聪明，没有继续追赶下去了。可惜啊，你还是不够聪明。果然是饕餮森林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回去吧。真是想不到啊，你小子居然这么阴险！哦，我懂了，你之前明知道攻不破对方的游龙掌，还拼命攻击，是为了让他压抑憋屈，积累他的怒气，之后又一路游击战，是为了扰乱他的心神，消磨他的耐心，让他失去冷静，最后抓住机会，趁其不备，致命一击。嘿，够聪明啊！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虽然此次渡过了难关，不过神通真气还真是强大。若这是在比武的擂台之上，我必死无疑了。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修炼出真气来。这次杀了罗昊天，也算是和罗昊然结了仇。若是不赶紧提升实力，回到宗门，怕是有不小的麻烦。嗨，放心吧，小子，你这精灵古怪的家伙，谁遇上你都要倒霉。等你解决了这件事儿，我就开始正式教你淬体修炼真气。等你学会了剑符，战斗力会大大提升的。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这次可是花了大手笔请罗昊天出手，要万一被叶凌晨溜了，那可是亏血本啊！那小子真狡猾，打不过就跑，哼，有种就别跑啊！
老子让你跪下来求饶。哦，李师兄是在找我吗？放心吧，这次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不跑。这不可能！叶凌晨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不是应该被罗师兄杀了吗？这不可能啊！哦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方才跟你罗师兄一番缠斗，原本我就要死了，不过你罗师兄似乎运气不怎么好，太招凶兽喜爱，中途被凶兽抢去了。唉，也不知道罗师兄现在可好，真是担心。哎呀，李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担心罗师兄的安危吧？放心吧，等我回去，我就立即禀报罗浩然，让他出手。我的爷呀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是我眼睛长脚板上了，有眼不识泰山。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，别把这事儿告诉罗浩然了啊！可惜呀，你这个错认得太晚，总算是解决他们了。罗浩然将是我下一个目标。3个月的禁闭苦修，开始吧。哎呀，这算哪门子大成啊！真正的剑眼透骨凝髓，关血变位，可以穿透人体各大穴位，让你轻易的封死切断对方的力量。是吗？剑眼还有这种能力呢？看来我还要继续修炼下去。既然你已经踏上了剑修这条道路，那么剑者七窍需每天修炼。即使你成了剑皇，也得一直修炼下去。人的潜能是无限的，以后你就知道好处了。有道理。话说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已经提升到了内境后期了，内劲已经蠢蠢欲动了，是时候试试那瓶淬体灵液，开始冲击淬体境了。你的身体比普通人要强横许多，淬炼脾脏、洗髓伐脉也困难许多。这瓶淬体灵液也不见得最大程度的刺激到你。妖族的身体本来就十分彪悍，从小我的身体素质就比别人好。那些年在叶家时常挨打，要不是我的身体彪悍，可能早就被打死了。小七，你有什么建议啊？嘿嘿，虽然我在你体内，但还是依稀可以感受到外界的一些气息。这些天我一直在观察这片森林，就在你背后3000丈处有一头伏龙兽。你若能够杀了这头伏龙兽，得到它的元丹，配合淬体灵液，定能将你身体潜能激发出来。小七，你不是闹着玩的吧？伏龙兽是几阶啊？不多，才5阶。才5阶？你紧张什么呀？啊！我知道你肯定搞不定5阶的伏龙兽，我会帮你的。你帮我，我也没底气。6阶就是兽王了，连宗门长老都能随便撕碎。5阶怎么着也得有长老的程度了吧？不听七爷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哎呀，多好的苗子呀，就这么毁了。罢了，反正没有你，老子也没这么好的命。这就是黑石河了吧？果然与众不同。这家伙的弱点在哪里？是眼睛。等等，你连对方的弱点都不知道在哪里啊？知道啊，是眼睛。你刚刚说的。啊，那家伙发现你了，快杀过去！该死，被识破了。当当当，雷霆一响，七爷登场。小七啊，这是你干的啊？简直是难以置信啊！啊哈，这一招叫
做剑元转移，可以将剑皇的剑元之力临时转移在你身上，借你之手施展出来。只不过转移而来的剑元威力大减，尚不及真正剑元的1%。呵呵，你小子也太异想天开了！你以为剑元转移跟吃饭喝水一般容易吗？那每一次的剑元转移之后，我的力量会封闭一段时间，少则3-5日，多则10天半月。要是现在又出现一个5阶凶兽，咱们就等着受死吧。到手了。喂，凶兽元丹破体之后，若没有保护措施，1个时辰就会失去功效。我们赶紧回去开始炼化淬体。想不到你看似糊里糊涂的，关键时刻还真不含糊呀。那是，才知道鸡爷是块宝了吧？不对劲，好强烈的一股阴魂鬼气。这是凶兽怨念，小心点，别阴沟里翻了船。来啊，还有什么招数，全部都施展出来！喂，白痴，快点醒一醒！这么浅显的精神攻击都中招了，给我醒醒！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记住啊，再别被这些怨念幻象给迷惑了。陷入幻象会极度消耗你的精神力。虽然大伯一直不肯开口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爹娘肯定死得很冤屈。再过2个月，就是爹娘的忌日。等问剑大会一结束，我就回去一趟，祭拜爹娘，顺便也好问问大伯。你想对付那些老骨头，还要首先强大自己才行。就连一个简单的怨念幻象都对付不了，怎么对付别人呢？我想这就是我没有把7窍中的剑意打开，所以才会这么轻易受到迷惑。唉，算你小子有点觉悟。剑意乃是磨练你心智、意志，更是塑造你剑道风格的第一步。好啦，咱们快走，先淬体，再开7窍。时间不多了，还有2个月。按照这个进度，我怕你练不成剑符啊！喂，忍住了，缓缓吞下，任由这般力量去撕裂、开辟你的经脉。是时候了。淬体竟成了，怪不得大家都要淬体，原来淬体之后有这么大的好处。很好，下一步就是把内气凝练成真气，有了真气才可以修炼神突。罗师兄已经确认了，罗昊天确实在3个月前就进入了黑木林。也就是说，昊天生死未卜。是的，几个师兄弟都这么认为。有传闻说罗昊天是对付一名叫做叶凌晨的弟子，多半已经遇害了。叶凌晨，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看来是新晋弟子。不管了，高岩，你马上带着几个师兄弟随我去一趟黑木林，要快。是，罗师兄。呵呵，不错呀，小叶子。原本以为你赶不上进度，还真就被你办到了。3个月的时间，我没想到你真的可以达到玉气的境界。虽然只是玉气境初期，但对于你来说已经不错了。咱们是不是该出山了？是啊，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，问剑大会要开始了。收拾一下，咱们走吧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罗师兄，快看，此子就是叶凌晨了。叶凌晨，我弟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少耍贫嘴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罗昊天3个月前进入了黑木林，至今未归。现在只有你活着出来，不问你问谁？这话就奇怪了，难道我活下来就一定要知道你弟弟的下落？你若是担心你弟弟，赶紧进黑木林找找才是，在这里堵我有什么用？哼，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人看见罗昊天跟你们同一天进入黑木林，就是冲着你去的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看你也是新入门的弟子，最好别嘴硬。罗师兄在黄庭院的地位可不是你能够撼动的。呵呵，不错，说的直白点。
就算罗师兄杀了你，院长也不敢拿罗师兄怎么样。要冷静，要冷静，总有机会对付他们，现在不能冲动。别以为不说话就可以否认一切，说，我弟弟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已经被你杀了？不好，是执法长老，该死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弟子报了警。怎么回事？禀报执法长老，我弟弟罗昊天生死未卜，8成跟叶凌晨有关联。方才弟子正在询问此事。询问还需要动手动脚吗？抱歉长老，弟子一时心急，没有注意分寸。结果问出了什么？叶凌晨根本不想说，所以弟子更加肯定这件事跟他有关，定是他杀害了我弟弟。哼，要是我记得不错，你弟弟罗昊天可是玉气境的，3个月前的叶凌晨是内劲境。试问，叶凌晨如何隔着2个境界杀害罗昊天？可是我弟弟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这件事不能不管吧？执法长老，你要替我弟弟做主啊！叶凌晨，我问你，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有没有见过罗昊天？他现在到底怎么了？弟子见过罗昊天，至于他现在怎么了，我想他应该被阵法外的凶兽给吞噬了吧。我懂了，定是你使诈骗我弟弟出了法阵，这才被凶兽吞噬掉。你还狡辩，长老，你要为我弟弟做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此前叶凌晨跟李千奏私斗，赢了一瓶淬体灵液。李千奏小人心理，想要对付叶凌晨，就找来了罗昊天。洛飞猜的没错，罗师兄也猜的没错。李千奏用10枚灵核贿赂罗昊天，欲在黑木林禁闭期间杀我。万不得已之下，我只有将他们引出法阵，被凶兽吞噬，自己才侥幸逃生。叶凌晨，你说谎！我弟弟怎么可能为了10个灵核就对付你？你这是为了自己的罪孽找借口，你应该偿命！长老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若是不信，可以去黑木林查看一番。我想长老不会颠倒黑白。罢了，此事我以后会查探。你们赶紧回去，问剑大会准备召开了，不要再给我捅娄子了。哎，叶凌晨，按你这么说，现在你已经达到玉气境，着实比我预计的快了不少。要取得前3的优胜，应该很有希望。你呢？用了那瓶淬体灵液，应该突破了吧？勉强突破了。咦，叶凌晨、路飞，你们也在这里啊？是啊，大美女，你是哪一号武斗场？弦子号，你们呢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是弟子号，叶凌晨是皇子号，我们3人真好分散了。要不然遇上云霓大美女，我还真下不了手呢。你别大美女前大美女后的了，喊我云霓便是。对了，叶凌晨是皇子号吗？听说高岩也在皇子号。我刚刚看了对战表，已经知道了。我看问剑大会也快开始了，我先过去准备一下，你们各自小心吧。你这家伙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吧？你以为云霓大美女真的恰巧遇上我们啊？我看她多半是特来告诉你高岩的事，让你小心应付。你这家伙也不至于这么迟钝吧？你想多了，胡思乱想是战前大忌。你要是没有进入3甲，我以后天天鄙视你。快去准备吧。看谁鄙视谁。叶凌晨，可别在首轮就输了呀！我还等着你来呢。放心好了，为了能满足你的意愿，我不会提前出去的。奶奶的，老子怎么就这么倒霉？又是叶凌晨那个混蛋！哼，别得意，老子对付不了你，还对付不了你们叶家吗？内门弟子王卓，请登场。怎么回事啊？这王卓怎么还不登场？问剑大会1年才一次，不会这么冒失吧？还是说这叶凌晨运气太好了，首轮就不战而胜？这他妈也太假了！王卓，再不登场就当做弃权了。第1轮，
叶凌晨对王卓，由于王卓没有及时登场，所以叶凌晨晋级下一轮。这叶凌晨走了狗屎运了吧？居然真的轮空了。为什么就不是我？妈的，这年头运气也可以当饭吃。是不是王卓被他收买了，故意不登场，好让他不战而胜？嗨，谁知道呢？哎，反正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晋级，只有羡慕的份了。没办法，只有先打赢他们，才可能施展我的计划。内门方域，多多指教。内门叶凌晨，不必客气。找死！结界术，怎么搞的？方域怎么会自空呢？有点难以理喻啊！这方域怎么说也是淬体后期的人物了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错误？叶凌晨这家伙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唉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看样子方域这次是倒霉了，白白等了1年。原以为他会进入3甲。叶凌晨居然已经到了玉气境了，方才那一下身法瞬移，只有凭借真气运转才能够办到，还有那肘击的速度和力量瞬间提升了1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这小子不是关禁闭了吗？是如何修炼到玉气境的？难不成真的无师自通了？第2轮，叶凌晨对战方域，叶凌晨胜。下一组，叶凌晨对高岩，2位弟子请准备。看叶凌晨今天还怎么神气？听说为了这一次让高岩夺得内门第1，罗浩然师兄将自己的灵剑赤魔都借给他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说的是横扫黄庭龙榜的赤魔？据说这是一把7阶灵剑，厉害无比。如果这信息可靠，那可就有好戏看了。嘿嘿，快看快看，罗浩然师兄居然亲自来观战了，真是精彩啊！啊，你们听说没有？罗浩然和叶凌晨有过节，只怕今天高岩不会手软，说不定会把叶凌晨打成重伤。嘿，听说高岩会把叶凌晨的修为废掉。什么？高岩要把叶凌晨杀了？真的假的？快去看看，这场面可不是随时都看得见的。7阶灵剑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叶凌晨，想不到你真的能够走到这一步，可惜今天你注定要败给我手中的这把赤魔。你等死吧。好了，准备开始吧。哼，打残你！想不到叶凌晨感觉到了一时怒吼，就将我的场劲给震散。他怎么会有这么深厚的内劲功力啊？赶紧出剑吧，不然就没这个机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看来这是一把血炼之剑，威力虽然很强大，不过却也难以驾驭。凭你玉气境初阶的修为，自掘坟墓！可恶，居然劈空！太慢了，看来你还驾驭不了这把剑。叶凌晨的身法好快，几乎看不清人影了。这家伙难道隐藏了实力？真是太难以置信了。看这情势，只怕叶凌晨也有玉气境的修为了。高岩加上赤魔，居然都打不到他。我去，难道说老子以前看走眼了？叶凌晨居然这么厉害？不可能吧！哼，要是只会逃的话，永远也赢不了。完美，简直是太完美了！想不到叶凌晨能够把流云剑诀施展到如此神乎其技，就算是我这把老骨头，怕也办不到吧？哼，故弄玄虚，该死！完了完了，这一次叶凌晨定是活不了了。高岩这招太狠毒了！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啊，两个？这不可能！不是2个，是6个。云影6幻，
这不可能啊！云宗魅影剑诀，叶凌晨是怎么修炼成的？该死的，看样子利用高岩对付他是没有希望了。妈的，他怎么可能修炼成云宗魅影剑诀呢？到底哪一个才是叶凌晨？是你，是你，不对，是你。看样子你多虑了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。那个叶凌晨居然赢了！天啊，难道是我眼花，还是在做梦吗？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一个2轮凭借运气晋级的人，居然可以战胜拥有赤魔剑的高岩，这没道理啊！叶凌晨方才施展的可是云宗魅影剑诀，真是稀奇了，这可是神通啊！他居然修炼成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这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罗师兄，给你丢脸了。罢了，你已尽力。哼，叶凌晨最好不要成为亲传弟子，否则以后在亲传弟子殿有他好日子过。这么一来，事情倒是好办了。无论遇上谁，都是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你们4人俱是内门精英弟子，不过按照门规，只有3甲才可以成为亲传弟子，而只有成为亲传弟子，才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一次的奖励是去狼牙剑府寻找自己的佩剑。太好了，居然有机会去狼牙剑府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。机会是有的，不过前提是要成为亲传弟子哟。3甲之争，首先是2对决，2名落败者做第3名的争夺，2名优胜者做冠亚军之争。下面宣布对战表：云霓对战林瑶，叶凌晨对战路飞，2组同时进行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怎么，对自己没信心？谁没信心了？虽然你是叶凌晨，但是在武斗台上，我一样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这小子还装，我就看看你这3个月到底有没有偷懒。那等什么？我们开始吧。哎，你娘的，臭老天，你故意的吧？好了，你们赶紧开始吧，比武场上不要带着私人感情。长老说的不错，武斗场上不要有私人情感，全力出手，让我见识见识你这几个月的长进。对我放水，那就是不尊重，懂吗？好，咱们兄弟之间谁进3甲都一样，你也不要对我放水。推蛇之舞。我看就到此为止吧。叶凌晨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不是答应不放水的吗？叶凌晨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难不成你是想等他们之间决出胜负，再打败其中1人，夺得第3？可万一落败的人是云霓怎么办？你真的下得了手？人家赛前还好心好意的给你爆料。我弃权。什么？我弃权，但是我要挑战你，亲传第1，罗浩然。你可当真？自然当真。这不科学。他是有意帮我，还是为了挑战罗浩然无心插柳？不行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叶凌晨，你可千万不要傻，你斗不过罗浩然的。叶凌晨，你什么东西？居然也敢挑战罗浩然师兄！别出来丢人了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有没有资格是你说的算？打主人还得看狗啊。好，叶凌晨，今天既然你妄想挑战我龙首地位，很好，我罗浩然接受你的挑战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开始吧。正好我们大家当个见证人。
叶凌晨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别说我罗浩然欺负你，你刚刚大战过，我先让你3招，否则我怕你没有出手的机会。刚才那不过是热身，我看罗师兄似乎没怎么热身吧？还是我这个做师弟的让你3招？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那是紫阴真气，想不到已经可以释放出来了。看样子罗浩然已经到了入道后期了，真是可怕呀！已经1招了啊，还有2招，赶紧的吧。别得意，受死吧！紫华噬日。这家伙居然疯了，居然用手触碰，一定要被扎断的，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呀！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这样居然都完发无损，叶凌晨当真是妖吗？开玩笑，东林剑皇的独门剑技岂可是一般人可以看透的？罗浩然，你认栽了。罗师兄，还有1招，好好把握机会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叶凌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不成我眼花了？诡异，太诡异了，便是我也没有看清楚这到底是何种招数。开山斩！这就是你最强的1招吗？看来是我高估你了。拼什么不好，跟我拼真气的悠长，你输定了。我懂了，是剑符。剑符？的确是剑符，可这剑符不是1000年前东林剑皇的独门剑技，到如今已经失传1000年了。叶凌晨怎么习得的？难不成此子是东林剑皇的后人？也不对，东林剑皇好像没有后人。呵呵，我看此子身上有些气运，估摸是得到了什么奇遇吧。这场战斗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3招已过，我该还击了。这不科学啊！叶凌晨，你太帅了！你居然真的挑落了亲传第1的罗浩然，太帅了！简直是难以置信啊！叶凌晨居然这么强横。是啊，真是活见鬼了。不过叶凌晨还真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不可思议，一个内门直接挑战龙榜龙首，这传出去定是引起整个宗门的震动。这叶凌晨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，太猛了！看样子咱们黄庭院以后有福了，再也不让其他3院掐着玩了。叶凌晨，你别嚣张，我罗浩然才不会被你打败。还想找打？我5岁就开始修炼，3年前得到5阶玄丹、紫极丹，修炼紫阴诀，从此一飞冲天，岂是你能够3两招打败的？我去，还5岁修炼，还吃5阶玄丹？人废吃啥都没用，你亲传第1还有龙首地位，从今儿起都是叶凌晨的了。啊，忘记多嘴一句，按照规定你战败，从此应该变成内门弟子了吧？哎，以后见着我记得喊一声叶师兄啊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我就把咱们黄庭院数千年的秘密传承下去。哈哈哈哈，不错，你们今天表现的都很好，尤其是叶凌晨，让大家眼前一亮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亲传弟子了。另外，我想说一件大事，你们现在也都是宗门的生力军，应该有权利知道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剑灵宗现在已经是9品宗门了吧？从霸主级开始一直沦落，数千年过去，到现在已经成为9品宗门。不过这还不算完，马上就到了1甲子一次宗门评定大会，以此来评定宗门是否升品还是降品。
以我们剑灵宗的形势来看，难不成会下降品格？这可不是下降品格就了事，9品已经是最下品了，再降，那就是宗门的瓦解。不会这么严重吧？你们入门不久，也不详知这一切。9品宗门被瓦解，这种例子也不是没有。如上一届宗门大会被瓦解的七星门霸天宗，他们的弟子长老都已经沦为散修，以往与之有过节的门派趁机打压。这一甲子过去，只怕这2大宗门的人差不多已经被杀光了。杀光？灭门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只是让你们心里好有个准备。此番问剑大会，我们4大院长破例奖赏优胜者去琅琊剑府的名额，正是为了让你们快速提升实力，也好面对2年之后的宗门大会呀。不知道这宗门评定大会是按照什么规则来的？看的就是宗门潜力，宗门的资源，宗门的历史，最重要的则是宗门年轻一代翘楚的实力。像我们剑灵宗现在虽然沦为9品，但底蕴丰厚，修炼资源绝对堪比王级宗门了。所以只要有青年翘楚崛起，必定不会降格。宗门大会分为团队战和单人战，团队战乃是选取各自宗门内最强的5人组合，磨砺成一个战队。经过层层的厮杀磨砺，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冠军。只要拿到战队冠军，不但不会降格，反而能够升格。只可惜这些年来，剑灵宗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，一直收不到有大潜力、大气运的弟子。因此，你们要更加努力，帮助宗门渡过难关呐。战队冠军可以升格，那单人战呢？单人战，单人战你们就不用多想了。这不是你们该考虑的内容。修真练道，切忌好高骛远。想打听单人战的事情可以，先成为战队的一员再说吧。好了，我看天色已晚，你们先行散去。明日速去琅琊剑府，取得自己的佩剑。想不到剑灵宗已经濒临灭宗了。再怎么说，剑灵宗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剑灵宗就这样完蛋。小叶子，那院长说的不错，饭要一口口吃，按照你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呢。不错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了黄庭院的龙首，可以学习到更加高级的剑技，甚至神通道术。等去了琅琊剑府，再去道藏阁学习一些武技。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速速离去吧。你们是哪医院的弟子？如此不懂事。我们4人都是黄庭弟子。果然只有黄庭的弟子才会搞出这些鬼把戏来。哼，哗众取宠，想进琅琊剑府也不回去照照镜子。嘿嘿，卓师兄，咱别跟这些新人见识，辱没了咱3甲的身份呐。倒也是，咱们可是3甲弟子呀。师弟们，想进琅琊剑府也不是没有机会，等你们苦修个10几年，在问剑大会上夺得3甲，不就成了？哈哈，张师兄，他们是不会懂3甲弟子的滋味的。你这不是让乞丐去体会当皇帝的滋味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好歹也是3甲弟子，取笑师弟有失风范。
快把令牌拿出来，让我检验检验，进去巡见吧。等一等，貌似要讲个先来后到吧？这是青玉令牌，你是三甲弟子。哼，是谁说我们不知三甲弟子的滋味啊？是谁说我们要修炼10几年才有资格进入琅琊剑府啊？谁又是乞丐，谁又是皇帝？你们刚才那一股傲气呢？三甲弟子并不是只有你们才是。不错，我们都是新嫩，可至少也比某些修炼了10几年才混成亲传弟子的人强上许多吧。这几个笨蛋是真的笨得可以啊，搞不清楚状况就随便取笑别人，现在遭到报应了。哼，我们同是三甲弟子，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，也该是我们先进去吧。好了，既然这是一场误会，你们就进去吧。妈的，居然被这几个家伙扮猪吃老虎，算老子不走运，以后再找机会教训你们。哼，黄庭院的三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等着瞧吧，以后有你们好果子吃。就是，别得意，总有让你们吃亏的时候。你这家伙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奇怪了，嘴长在我的身上，我想笑就笑，关你屁事啊！再说了，刚刚的事儿不好笑吗？笑死爷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有什么资格笑呢啊？他们好歹也是黄庭院三甲弟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就是啊，莫不是想浑水摸鱼，跟着那3个家伙混进琅琊剑府？哼，你这等鸡鸣狗盗之徒，也有资格笑话我们？肯定是这样。哼，看样子黄庭院是纵容你们胡作非为了。待我回去之后，定要跟你们黄庭真人汇报。若不给个解释，你们休得快活。我是什么东西？本来不想摧残你们脆弱的内心的，看来你们是非得自讨苦吃了。又是亲传弟子。亲传弟子又怎么样？非此次问剑大会的三甲，谁也没有资格进入琅琊剑府。我会告诉你们我是龙首吗？你是龙首？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这回吃亏了吧？叶凌晨可是咱们黄庭院史上最年轻的龙首，问剑大会上一巴掌抽飞了罗浩然。黄庭龙首，你是叶凌晨？早就听说黄庭院出了个妖孽，问剑大会上越级挑战龙首，且让对手3招，最后一巴掌抽伤了对方。原来你就是叶凌晨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听院长说，这些法宝都镶嵌在了石壁之中，想要取出还需要一些手段，想不到这里面竟如此错综复杂。我看我们还是分开各自寻找各自的法宝吧。这么多法宝，不知道哪一件才是我的呢？这琅琊剑府果真是一处宝地，法宝万千，琳琅满目。我一定要找到一把最适合我的佩剑。等一等，怎么了？莫非你又感应到了什么？不对劲儿。什么不对劲儿？这个琅琊剑府不对劲儿。怎么说？感觉像是一把剑，我们在剑的内部。什么？你说琅琊剑府是一把剑？不错，凭我的感知，这琅琊剑府应该是一把剑，而且是一把万恶之剑，其中法宝万千，俱是被他吞噬压制。只是不知道这么一把万恶之剑怎么会落在此处，而且还像被一股神秘力量压制住。那你有办法取到这剑？啊，你想用这把万恶之剑，那可万万使不得。且不说你现在的修为太弱，要施展这把剑，就算是联手7大剑皇之力也是不可能的。我想这剑多半是哪个上古大能遗落在这里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处于此剑内部有一定的危险。算了，咱们不多说这个了，快些寻剑，以后没事儿别来这里了。这剑是什么？这剑是一把剑，我们在剑的内部有一定的危险。算了，咱们不多说这个了，快些寻剑，以后没事儿别来这里了。 剑是什么？ 快些寻剑，以后没事儿别来这里了。
足足寻觅了半个时辰，这么多法宝，居然没有一件适合我的。哎呀，你这般找下去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找到。小七，你的精神感知力不是很强大吗？快帮我感受一下，有没有适合我的剑？关于这一点，恐怕办不到了。这狼牙剑府内部十分复杂，被各种法阵力量封闭，还有一些神秘之力，再加上这万恶之剑的吞噬之力，数种害人的力量交织在一起，才能够维持平衡。如果我贸然试探打破了这平衡，只怕这里要立即毁灭。看样子只有随缘了。哎，好啊，很好，小叶子，说不定咱们这次撞大运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没有发现一路之上所有的法宝都被压制吗？唯独这一处居然被一股极寒之力覆盖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附近有一股力量居然能够跟万恶之剑抗衡。若我猜的不错呀，应该是从一件法宝之上传来的寒气。说的有理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寒将，第5。寒将和第5，哇，想不到是这2把名剑。这是流传了数千年的传奇飞剑。寒将凝聚极寒之力，剑气一动，兵临天下，血满乾坤。第5教会了95龙气，象征帝王之剑，一剑在手，万剑朝拜。想不到是这样2把传奇之剑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好剑啊？相传寒将剑乃是数千年前冰皇的法宝，而第5剑则是武帝的佩剑。这2人乃是生死大敌，互斗了数百年，依旧没有分出胜负。后来关于2人的传闻也逐渐消失了，原来是被这万恶之剑给吞噬了。哎，你若能够得到其中这一把，足以横扫一方了。如此宝剑，只怕我这点修为是拔不出来了。你忘记了，你体内可是有着7大剑皇的剑元呐。最重要的是，有我这么一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拉风老师在，这剑呐你取定了，而且2把都要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哼，以毒攻毒，以强制强，懂了吧？你是说让寒将和第5 2把剑的力量互相抵消？嘿，小叶子的悟性不错啊。这2把剑的力量太强大，就连万恶之剑都不能彻底将其镇压住。好啦，我将剑元之力转移到你身上，便听我口令行事。拔剑！哇，很好，蓄气之后，这2把剑就成了你的法宝了。快将真气探入试一试。你的修为不够，自然没有动静了。我若是猜的不错，那寒将和第5已经彻底融合了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把废剑，但内部之中啊，蕴含着强横的剑气。只可惜你现在还不能将其激发，等你练成了真罡煞剑，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哎呀，这一次算你捡到宝了。原来如此，秀丽乾坤，低调的王道，甚好甚好，正合我的个性。寒将第5，既然你们融合了，我看以后就叫地寒剑好了。卓师兄高明啊，只要他们想取哪一把剑，咱就先抢过来，叫他们空手而归。用这手段羞辱他们，真是太解气了。哼，黄庭院的那几个小子也太嚣张了。方才有护卫长老在，我们也不好出手。现在，哼哼，怎会让你们取到剑？我看时限也快到了，
咱们去把那个女弟子给羞辱一顿，其他3人交给别的学院。看样子你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都给我等着！你们的阴谋诡计休想得逞，看我如何整治你们！终于找到你了，好样的，卓师兄，一口气拔起来！好剑，真是一把好剑啊！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卓师兄干得好，皇庭的弟子也敢嚣张，真是翻了天了。这是去哪儿？不要这紫霄剑了，滚开，好狗不挡道。见你这小美人长得倒美艳，想不到骂起人来也够劲儿。可惜你乃皇庭弟子，若是其他学院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不错，小美人儿，不妨告诉你，你去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你想要取什么剑，我们就先取来。时间可不多了。你们真是好本事啊！原来这就是剑灵宗的同门师兄，真是太叫人失望了。这你就说错了，剑灵宗一向只有天通、地震、玄道3院是同门，至于你们皇庭院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哼，说出去都丢人，没用的，接受命运吧。哼哼，好剑，真是好剑。叶凌晨，哼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剑已经是我的了。好剑，好剑，好剑也是我的好剑，跟你无关。我警告你，叶凌晨，你最好走开。对啊，我说的就是你好剑。好你个叶凌晨，你找死！你小子真不识好歹，非要跟着我们天通院对着干，别以为成了龙首就神气了。皇庭的龙首就是个屁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卓师兄，教训教训这家伙，让他知道咱们天通院的厉害。哼，教训我，正合我意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！哎呀！果然是一把好剑。你居然敢夺我的剑！你可恶！我定要参奏执法长老，要你不得好死！什么？你的剑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吗？可你刚才还承认是我的剑。是吗？我只承认你好剑，并非承认这是你的剑。你混账！这紫霄剑分明是我先看到的，你抢我的剑，这是违反宗规的。这倒是个道理，可似乎是云霓师妹先看到的紫霄剑，准备拔剑，你不也抢了她的剑吗？按照这个逻辑，你该先受宗规处置吧？他拔不出来，我拔出来了，自然是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拔不出来呀？啊？强词夺理的话就不必再说了。这剑你也没有血迹，只要没有血迹，就不是你的剑。看来天通院的弟子不但武功差，连脑子也不好使。幸亏咱们皇庭弟子没有和天通院为伍，不然外界岂不是将我皇庭弟子也当白痴了？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剑是你的了。好了，赶紧血祭吧，感激的话就不用说了。好了，现在血祭完成，他们也抢不走你的剑。咱们快走，去门后阻止他们，否则路飞、林瑶可就惨了。可恶，可恶！没有时间了，你们这些家伙要遭天谴的！待我路飞有朝一日飞黄腾达，定饶不了你们！定镇院的家伙，你们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哈哈哈哈哈！时间快到了，师弟们，咱们夺剑快走，不用理会皇庭小儿了，他们自是没有时间再去寻剑。嘿，解气痛快，皇庭的弟子就该得到这个下场。你们这些不得好死的家伙，卑鄙神渣！叶凌晨、云霓，你们天通院的师兄怎么搞的？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难不成这事儿还要我张不语亲自出马？哼，张不语，你可别小看叶凌晨，这小子深藏不露，厉害得很。
想不到一向自诩不凡的三院弟子也被我叶凌晨吓破胆了。唉，看样子这以后我黄庭是要凌驾在三院之上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居然敢口出狂言！黄庭院这种九流也想凌驾在我们三院之上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卓师兄，你们莫不是撞鬼了？居然会怕黄庭弟子，这传扬出去还怎么混？就是，咱们三院弟子一向不屑与黄庭院为伍，这一次反倒被羞辱，这口气咱们咽不下去。叶凌晨，很好，我张不语见过狂的，可没见过你这样不长脑的狂徒。也罢，既然你方才口出狂言，说什么黄庭要凌驾在我们三院之上，那你可敢跟我一战？好，我倒是要见识见识张师兄的手段，就怕到时候张师兄丢了你们地震院的脸啊！我看这里不太方便，而且私斗也要受到惩罚，不如我们到生死殿中一决高下，如何？正合我意，在这里打败你也没什么意思，到了生死殿签了生死簿，你就等死吧。嘿嘿，支持张师兄，真汉子，好样的！到时候咱们再号召四院弟子围观这场战斗，你们黄庭的脸必定要再一次被踩在脚下了。既然各位师兄自信满满，我看咱们这就去生死殿吧。去就去，谁怕谁？走。放心吧，你们的佩剑我会赢回来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帮我们赢回来？难道你打算跟他们赌斗？没错。可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明是赌斗？万一他们耍赖该如何是好？正是知道他们要耍赖，所以才不说了。待会儿到了生死殿，势必吸引四院弟子围观，等到了决战场再提出赌斗，他们若是不接受，就会被所有同门耻笑，面子大失。说是接受，到时候输了，众目睽睽之下自然无法耍赖了。原来叶凌晨早就谋划好了，那个张不语等着受死吧。他不知道叶凌晨的厉害，居然也敢接茬，到时候肯定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妙哉。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黄庭院新龙首叶凌晨要和三院三甲弟子决战。是啊，方才有人告诉我这消息，我立马赶过来了。这叶凌晨居然要挑战三院三甲弟子，黄庭的弟子什么时候这么嚣张了？我倒是要去看看，那叶凌晨是三头六臂啊，还是有9条命啊？不是吧？我听说好像是地震院的张不语指明要跟叶凌晨决战，叶凌晨似乎被打压，不得不去应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管他怎么回事呢，反正就是有好戏看了。我可听说那叶凌晨一巴掌就拍飞了罗浩然，罗浩然可是排在天榜50名的人物呢。这有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黄庭院自己搞的鬼把戏，想要推出一个新龙首来。要我看，张不语修炼地震院土皇真道，真元浑厚不说，更有9牛2虎之力呀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付的。那可不是，还有玄道院的花无极，听说一身玄门秘术问鼎玄道院问剑大会冠军，还有那卓峰似乎也不错。我看是叶凌晨太嚣张了，或许是想出名吧。这年头为了出名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叶凌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需当着四院弟子面钻过我的胯下，就可以饶你不死。张不语也太狂妄了，哼，蹦跶吧，也就现在蹦跶2下，叶凌晨不会输给你的。哎，这也说不好啊。这个张不语我以前听说过，他是地震院龙首白凌风的堂弟，受到了白凌风一些真传，而且身上有秘密法宝，修为也有入道中期。我看叶凌晨师弟还是要小心应对才行。我倒不这么想，叶凌晨既然敢应战，定是心中有数了。胯下之辱，张师兄说笑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叶凌晨又怎么会认输呢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我便签了生死簿，
决一生死。慢，怎的？哼，你不敢了？孬种！不敢？笑话！我只是觉得就这么决斗一点都不刺激。我看咱们来一场赌斗如何？赌斗？如何个赌斗之法？我知道你们的计划，无非是不想让我黄庭弟子得到法宝。眼下我跟云霓师妹都找到了佩剑，想必你心里也很是不爽。即使如此，我就拿这个做赌注，只要你赢了，我们的法宝都给你；反之，若你们输了，你们的法宝都给我。好啊，既然你想送几件法宝过来，我也不介意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便签订生死簿吧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黑漆漆的，好难看。不会是叶凌晨从哪个丹炉前捡来的吧？没有一丁点灵气，此剑定是一把废剑。叶凌晨这傻蛋，居然会拿这种垃圾出来丢人现眼。这也不奇怪，丢人现眼这4个字正是为黄庭弟子而生的。这就是叶凌晨寻得的佩剑。叶凌晨，你不会想用这玩意儿对付我吧？这又如何？呀，我好怕哦，我怕死了。待会儿可要手下留情，免得把我眼睛闪瞎了。可恶！张不语的嘴脸太贱了，真想揍死他。叶凌晨，今天我便让你这个龙首身首异处。既然你们都说这是一把垃圾，我就用这垃圾打你们的嘴里。打！张师兄，打趴那小子，看他还能否嚣张。这张不语的力道倒是不小啊，不过在我先天纯阳剑面前都是浮云。谢连晨这笨蛋，难道不知道张不语练的土皇真道练出了9牛2虎之力吗？还敢如此轻敌啊！谢连晨这家伙就是喜欢挑战大家心理承受能力，该死的！这要是我面对张不语，怕是早就败北了。我这把剑如何？休要得意，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吃小爷一刀，土皇真道，地震万妖。空间元素之力，这把血妖刀居然可以吸收虚空游离的元素力量。张不语消耗了体内大部分真气，看样子是要孤注一掷了。叶凌晨，给我死吧！不可能吧？看那地上的刀痕，血妖刀应该砍在了他身上啊！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华师兄，你修炼的是玄门秘术，应该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，快给我们讲讲。太诡异了！方才我用阴阳眼秘术，居然看到了那把剑。什么剑啊？哪把剑？华师弟，你倒是别吞吞吐吐啊！就是那把垃圾剑，居然发光了，剑尖上散发着一金一银2道异光。虽然只是一星半点，但我绝对不会看错，就是那本剑击破了张师兄的血妖刀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一把垃圾剑居然击破了血妖刀？华师弟，你没有看错吧？太好了，地寒啊地寒，看来我的设想没有错呀。我激活不了你，是因为我的真气太弱，只要真气足够，还是可以唤醒你的。嘿嘿嘿，你真是为我争了一口气。这不可能！张师兄，我这把垃圾剑不才，一不小心弄坏了你的宝刀，真是抱歉啊。张师兄这是作何？弄坏你的法宝我十分抱歉，原本想赔给你一件。不对，按照规定你输了，法宝都应该归我。瞧我这记性。你给我记住，咱们走着瞧。愿赌服输，这把风媚剑我抢在灵瑶前面拔出来的，给你了。哼！张师兄果然信守承诺，
法宝我就笑纳了。哦，原来叶凌晨是为了帮助灵妖夺回法宝而战斗，这叶凌晨还真够仗义的。叶凌晨得了风媚剑，居然丝毫不贪，送给了林瑶。林瑶真是幸运啊，有叶凌晨这个朋友。叶凌晨这小子还真不错，嘿嘿，想不到咱们黄庭院也有实力这么强、为人有仗义的龙首了。就是，叶凌晨比以前的罗浩然不知道强上多少倍。咱们黄庭院这回可要翻身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风媚剑已经给你了，我的血妖刀也被你给毁了，其他的法宝不在我手中，你要找便找他们去。二位师兄，法宝呢？我们可没答应跟你斗，也没跟你打这个赌。咱不是说好赌的可是所有的法宝，所有的，懂吗？你可记住啊，这是生死殿，我们已经签订了生死簿，只要我想，你觉得你可以直着走出这场子吗？喂，你们三院的弟子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战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呢，现在想抵赖？是啊是啊，咱们可都是见证人。也罢，法宝人人都想要，既然你们如此为难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再来一场赌斗，我一人对战你们二人。张师兄要是想继续再战，也可以同时对战你们三人，如何？华师兄，你看如何？唉，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咱们应战吧。此前我早就知道叶凌晨的实力了，以防万一，来的时候我已经服用过爆劲丹，嘿嘿。什么？爆劲丹？原来师兄早就有准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叶凌晨倒是狂妄，竟然要同时对付我们。哼，好，就这么决定，和他斗一斗。我们答应了。那好，二位师兄签订生死簿吧。等一等，我们也要赌斗。你们打算赌什么？赌你那把剑。哦，你们不是说这是垃圾吗？现在怎么反而想要我这把剑？呵呵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能够把血妖刀这种一阶玄器都击毁，怎么会是垃圾？怎么，你敢不敢赌？说是你们输了。我们输了，我们的法宝都是你的，另外还可以把我们的门派贡献也给你。爹的忌日快到了，难免要回家一趟，正好换些洗髓伐脉的灵药给打磨。一言为定。他们明明知道我可以轻易击败张不语，却还敢应战，看样子是有所准备。张师兄，你可愿意与我们并肩一战？我是想帮你们一把，但我现在这情况……哼，不妨事。我这里有一枚养生回气散，你服下便可迅速恢复消耗的元气。你的血妖刀已经破碎了，我也可以借你一件法宝，你看如何？嘿嘿，卓峰师兄早有准备，他已经服用了劲爆丹，再加上我的玄门秘术以及你的土皇真道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叶凌晨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弄死叶凌晨，反正签订了生死簿，怕啥？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喂，我说你们三个商量好了没有啊？叶凌晨，你这一次可没那么好运了，我们上！朱天毛，给我杀！不对劲儿，这卓峰的实力我清楚得很，根本不可能发挥出如此威力来。怎么回事？还有张不语，他消耗的力量似乎也补充回来了，气息爆发足足提升了3-4倍，不可思议！找死！不好，叶凌晨有危险了！你小子这次无路可逃了，等死吧！嘿嘿，不要留活路，反正签订了生死簿，杀了他也不会有事的。好，好，好啊！我不想杀你们，你们反倒想杀我。不过到底是谁杀谁，还不知道呢。
什么？居然可以破开我们的攻势！太好了，叶凌晨逃出来了。糟糕了，叶凌晨怎么可以跳上去呢？这是个圈套啊！什么圈套？哈哈哈哈！张师弟，无需担忧，这是花师弟早就预谋好的，就是要逼他上天啊！啊？对呀，这小子还不是炼道七强者，不能御空飞行，跳上天空就是咱们的活靶子了。哈哈哈，花师弟真有一套。叶凌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。哼，天地一致。不好，二位师兄不可上当啊！什么？这是什么障眼法？不对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，绝对不会错啊！看谁才是活靶子！张师弟，我来救你！出现了，传说中的云影六幻啊！这就是云影六幻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，简直就是鬼神之术啊！云宗魅影剑诀，这可是咱们门派的招牌神通之一啊！太诡异了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施展的？完全没有看清楚啊！是风暴，那道真气包裹住了他，反而遮住了大家的视线，这才让他有机会施展云影六幻。那跳出来的叶凌晨只是个诱饵罢了，待卓峰和张不语注意力一转移，真气风暴也就散形了，叶凌晨的5个幻体自然就解脱了。好手段，能够在短短一瞬间想出这些作战计谋，真乃天才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叶凌晨太可怕了，想不到3院的问剑大会冠军联手都不是他的敌手啊！黄庭院这次撞大运了，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天才！我的亲娘啊，这太不科学了！叶凌晨太帅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云影六幻，这家伙的云影六幻居然骗过了我们的眼睛！他的动作实在太快了，我的阴阳眼慢了一步。我们败了。放过我吧，叶凌晨，我们认输了，放了我吧！滚吧，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了。叶凌晨怎么不一剑杀了他？哼，这种家伙只会欺软怕硬。多谢叶师弟，哼哼，给我死吧！什么？又是假的？可恶！居然敢杀！你居然敢下杀手！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这个人锱铢必报。我若不斩杀你，日后定会栽在你的手中。啊！你这杀人狂魔，我要去禀报师兄。你也活不了！我的天哪！叶凌晨一口气斩杀了3院的3位亲传弟子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是呀，只怕叶凌晨要成为全民公敌了。这3人可都是问剑大会冠军，是3院未来的希望。叶凌晨可要倒大霉了。什么倒大霉？这是生死殿的对决，生死有命，怎么能怪叶凌晨啊？哼，就是叶凌晨若是不杀他们，他们就要杀叶凌晨了。生死决斗本来就有死伤。哈哈，叶凌晨杀的可不是一般人，日后啊，这叶凌晨的日子不会好过了。不信的话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卓峰有1万贡献值，花无极和张不语也有8000贡献值。有了这些贡献值，我应该可以换到不少丹药和武技神通了。你杀了天通院、地震院以及玄道院的冠军弟子，你一个人干掉的？是，就我一个人。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所谓风水轮流转，咱们黄庭院窝囊了数百年，终于是时来运转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叶凌晨，不错，为师很是欣慰啊。叶凌晨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我为什么不训斥你，对吗？哈哈哈哈哈！
我们黄庭院数百年来能够出现像你这么优秀的弟子，我怎么忍心训斥你？再说，这件事儿你没有做错。既然已经到了生死殿，那就必要分出生死。放心吧，若是其他3院有人来找你麻烦，就得先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踩过去。可我杀的人毕竟是3院的年轻一代天才，我怕什么？都说了有为师在，没人敢把你怎么样。就算是3院首座来了，也有为师帮你顶着，放心吧。以后有这种机会，你还给我杀，太解气了。真人不怕宗门的损失吗？损失？不，你不能这么想。没错，今天你杀了他们3人，看似损失了3个未来的强者，但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，一个绝世高手的诞生，往往是要踩着无数强者的尸体成长起来的。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们能够给你当垫脚石已经不错了。如果他们真有大气运，今天死的就不是他们，而是你了。我明白了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了。杀神剑，剑意，恐怖的剑意。天地之中，到底是何种剑意，竟能让7大剑皇跟剑元都战栗？想必你也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股可怕的剑意了吧？这次我带你来这杀神间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八荒大陆人尽皆知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我们剑灵宗为何从霸主级宗门一直衰落到如今这个地步。说来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吧？我们剑灵宗乃是3000年前由号称杀神的行雨祖师创立，他平生2大绝技，其一是绝杀剑道，其二是羽化仙道。早年行雨祖师便是以绝杀剑道名震天下，荡平八荒，斩杀修者无数，奠定了他一代杀神的荣誉。其后创立剑灵宗，100年之内一跃成为八荒大陆首个霸主级宗门。到了后来，行雨祖师又参悟了羽化仙道，羽化飞升，但却在人间留下了这2大道统，威名赫赫，也让剑灵宗荣耀千年。行雨祖师真的百日飞升了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仙人存在？俗人眼中的仙人就是飞天遁地、吞云吐雾的修者们。你现在想想，是否觉得可笑？所以，我也不能告诉你这世上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仙人存在。但行雨祖师剑灵飞升是有人亲眼所见。当然，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重点是行雨祖师留下了这2门大道。剑灵宗的衰落不是别的，正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参悟这2门大道，或者说与之无缘，所以没人练成。作为立派之本，绝杀剑道和羽化仙道都没有人可以修成，宗门又岂能屹立不倒？今日带你来到这杀神间，便是想看看你和这绝杀剑道有没有缘分。若你可以修炼绝杀剑道，宗门便有复兴的希望了。绝杀剑道，绝杀剑意吗？怪不得这么恐怖。这杀神间是当初行雨祖师设下，乃是一个密闭实室。至于其中是什么，
无人可知，只是从剑灵宗典上看到过，说杀神间有着修炼绝杀剑道的方法。只可惜啊，我们这几千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杀神之门。几千年都没有人可以打开？看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打开这杀神间。以往不少高手都尝试过，几乎都跟你一样，被石门给狠狠震开。施加的力越大，被反震的越厉害，甚至有几个人直接被杀神间3个字散发的剑意给震死。这不能怪你，是为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。其实我早该想到是这个结果。不对，这道石门好古怪啊！刚才触及石门的瞬间，好似有着一丝奇异的气息钻入我的掌心，好想再试一试，可方才被震伤，气力尚未恢复，万一又失败了，只怕黄庭真人会更加失望了。是我给他太大的压力了。即使打不开杀神间，叶凌晨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打击他的信心呐。叶凌晨，你无需失落，这杀神间就连我们4大首座真人联手都打开不了，或许只是缘分不到吧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先出去吧。看来现在只有先出去了，反正我已经记住了通往杀神间的路，以及那些机关法阵的开启方法。真人，过些天是我爹的忌日，我想回去一趟。哦，你想下山？可是宗门有规定，尚未晋升炼道期的弟子是不允许随便下山的。我都已经想好了这一点。反正现在问剑大会刚刚结束，短期之内也没有什么大活动，我想去接一些宗门任务，这样就可以下山了。你倒是鬼点子不少。那也好，出去磨砺一番，对你提升实战能力有好处。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恐怕遇上炼道期1重的高手也可以逃脱了。既是如此，那弟子这就去准备。新晋亲传弟子？难道你不知道进入内武堂也是需要一定贡献值的吗？没人告诉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多打听打听再来。需要多少贡献值？叶凌晨师兄，你也来换取丹药啊？是啊。你就是叶凌晨，那个黄庭院新龙首，一人一剑斩杀3大新秀的叶凌晨？需要多少贡献值？叶凌晨师兄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不太懂内武堂的规矩，不知道进去还要贡献值。小事小事，区10点贡献值，用我的就好。好了，你们进去吧。谢了。不客气，你可是咱们黄庭院的骄傲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咱黄庭院还是头一次出现像你这么牛气的人。剑灵宗虽是沦为九流，但是门派资源却不是一般宗门可以相比的，这一点倒是我们的幸运之处。这位师兄，我想兑换3枚炼元丹和3枚入道丹。你确定？另外请问有没有可以洗髓伐脉和激发身体潜能的丹药，尤其是对修为几乎停滞不前的人管用？剑灵宗的丹药阁什么灵药没有？你说的那2种丹药分别是淬脉丹和血蟒灵液，不过这种灵药都是玄级，很贵的那种。你真的确定？太好了，要全都要，每样要3份。炼元丹、入道丹、淬脉丹、血蟒灵液都是玄级灵药，一共12份，需要消耗12000贡献值。12000，倒是不少啊。唉，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？又是个穷鬼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些灵药我都要，你看看这些贡献值够了吗？黄庭龙首、叶凌晨，贡献值88000，
赶紧扣了点数吧，我还要赶着去武技阁呢。是的，叶师兄，这就给你办好。想不到这人就是传说中的新龙首，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龙首的架子，刚刚真是太失礼了。这下子好了，大伯的修为有希望突破了。我回去之后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。丹药的事搞定了，再去武技阁看看吧。高阶区都是神通，甚至还有大神通，需要的贡献值肯定更多，而低阶区则是普通武技，相对而言只需要很少的贡献值就可以借阅了。反正现在不差钱，就去高阶区看看吧。昨日在杀神间，我一掌印上去，分明感受到了那股奇异的力量在吸引我，可惜似乎还差一种力量，否则我想我应该可以打开那杀神间的。小叶子，你现在越来越是个事儿了啊！连这一点都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昨天我就想告诉你，你体内7大剑元加上你的云宗魅影剑诀是打不开那10门的，必须还要1门炼魂剑诀，组成9剑爆星之势，方可以解开那10门的9星连珠禁制。原来是10门上的9星连珠的禁制。不得不说，这门绝杀剑道也是我所感应到最可怕的剑意。你若能当做核心神通修炼，定不会吃亏。你现在赶紧找到炼魂剑诀来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本。什么人敢跟我抢东西？我为什么要放手？你有什么值得让我同情的地方吗？哼，死鸭子嘴硬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不想活了。啊，这人不是天通院的贺云飞吗？天榜上排在23位的高手啊。贺云飞，似乎资料中有这号人，入门10年了，修为在入道巅峰，以云宗魅影剑诀和云鹤之手闻名。入门10年，入道巅峰，废物。那个黑衣弟子不是叶凌晨吗？叶凌晨，黄庭院新龙首，斩杀3院冠军的叶凌晨。不错，就是他，我见过他，印象很深刻。什么情况？黄庭院龙首跟天榜23的贺云飞卯上了？他们到底谁更厉害？听说叶凌晨一人杀了3个玉溪境弟子，震惊门派。不过跟贺云飞相比，怕还是差了些吧。是啊，贺云飞怎么说也修炼了10年了，已经是一只脚踏入炼道期了。想不到叶凌晨这次遇上了他，怕是一脚踢到铁板上了。哼，原来你就是那废物学院的龙首啊！充其量也就是个废物头头罢了。慢着，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？怎么现在想跑了？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哼，什么话？好狗不挡道。我呸！去你娘的！老子不是好狗，便挡了你的道又如何？不是好狗，那就是坏狗了。这表情也不是坏狗，那是黑狗、白狗、花狗、母狗。给我闭嘴！找死！云鹤之手，狮毛狗、卷毛狗、牧羊狗、凯多。哟，动怒了？你又不说是哪种狗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要你小子今天直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，看剑！动剑？想要杀人？不会吧？叶凌晨一剑就干翻了贺云飞，这贺云飞也太菜了吧！实力相差的有些大呀，而且他们都是修炼云宗魅影剑诀。不过叶凌晨似乎更加神乎其技。不对，最重要的是叶凌晨手里那把剑，你们可别小瞧那把看似难看的剑，在生死殿上，叶凌晨就是用这把剑斩断了玄气血妖刀啊！是啊，叶凌晨若不是有这把剑，只怕也不会这么快击溃贺云飞。哼，下作！
以正法宝取胜而已。我呸！成王败寇，你不服也得服，因为只要大爷一个不高兴，就会要了你的狗命。好一个成王败寇，好一个取狗命。看样子最近没有出来走动走动，有些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以为山中无老虎了。白灵峰！天哪，我居然有幸见到了白灵峰！这可是天通院的传奇人物，天通院的龙首啊！天榜第3白灵峰，想不到连他也来了，这次怕是不好善后了。真罡煞气，这家伙是炼道期的人物，而且不是一般的1重阶，好厉害！白师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这家伙想要杀我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我要杀你？韩雪喷人，明明是你先动的手，想杀我。哦，云飞师弟想杀你，可我明明听到刚才某人说，只要大爷不高兴，随时取你狗命。而且现在似乎是你的剑指着云飞师弟吧？可恶，想不到被他们诬陷，真是一群下三滥的家伙。看来白灵峰是不会跟我讲道理了，毕竟在生死殿上，我杀了卓峰等人，让他们3月面子大失。到底是谁想杀谁？4周诸位师兄弟可以见证。哦，是吗？大家说说看，到底是谁想杀谁？白师兄，我看到是叶凌晨要杀人。那你们再说说，到底是谁先动的手呢？是叶凌晨，叶凌晨先动手的。是啊，是叶凌晨。看样子，这里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，是一个讲拳头的地方。我叶凌晨记住了。叶凌晨，剑灵宗宗规你可读过？知道私斗且先动手的后果吧？作为天榜3甲弟子的我，是有权直接对你进行处罚的。你想怎样？首先，把秘籍交出来，然后接我一掌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否则，没有否则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。秘籍我不会交给你，这一掌我更不会受，我都不同意。你若想把事情闹大，我不介意闹到寺院首座那里去。哼，你以为搬出寺院首座我就会怕？你若肯老实安分些，或许今日我可以放你一马。不过现在你却搬出寺院首座来镇压我，我肯定不会饶恕于你。无极猎兵道，这是白灵峰的招牌绝技啊！哎呀，叶凌晨这次可是要倒大霉喽，居然惹上了白灵峰。那白灵峰可是炼道期2重境的高手啊！白师兄的无极猎兵道谁人不怕？你这臭小子妄想抵抗，简直是自讨苦吃。如何？你服不服？不错，你修为是比我高，神通是比我强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你修炼多久，我修炼多久？门派的资料上说你已经修炼10年，修炼10年才到这个境界，废物一个！你说什么？你骂谁废物？够杂招，居然敢骂我废物！信不信我立即杀了你？废物，说的就是你！给我10年时间，不，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就会打得你满地找牙！你说什么？1年的时间就想追上我？你们听到没有？他说1年之后就会打得我满地找牙。白师兄，这家伙已经被你给吓傻了，一个白痴何须跟他见识啊？小子，以后招子放亮点儿，不然下场会很惨，很惨。何云飞，今日之耻，我叶凌晨铭记在心，总有一天我会10倍讨回。
还敢威胁老子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想怎么玩你，就怎么玩你。你只有眼睁睁看着受辱的份儿了。告诉你，这还不算完。以后若再敢惹本公子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白灵峰，贺云飞，总有一天，我会10倍100倍的偿还今日之耻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哼，就你这点实力，也妄想嚣张？1年就想打败我是吧？很好，1年之后就是宗门内部的战队选拔。你若有本事，我等着你来报仇。不过，今日你落到我手上，便要给你点教训。叶凌晨，你怎么样了？叶凌晨，你伤势如何？好些了没有啊？是你们，或者是……哎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跟那个白凌风斗了起来。那家伙修为了得，而且十分护短。他的为人大家都有耳闻，不是善茬。是啊，好在白凌风手下留情，不然闹到首座那里去，只怕是要把你赶出宗门。手下留情。叶凌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手下留情，白凌风对我的羞辱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可以封了那些人的嘴，但却封不了我的嘴。这白凌风简直猪狗不如，居然如此不讲道理！我这就找他去，要他给你一个交代。太可气了，人渣！路飞，回来！你斗不过他的，去了也是自找苦。可你的苦不能白吃啊！难道他白凌风自持修为强大，就可以不讲道理？道理啊！这件事让我明白了，彻底明白。在这剑灵宗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，讲道理永远是弱者自我安慰的借口。我有实力才是王道。要不然我们去向黄庭真人告发。对呀，黄庭真人一向护短，而且又偏爱你，只要跟他讲，白凌风肯定不会这么安稳。不行，要是跟黄庭真人说了，即便白凌风受到了处分，叫叶凌晨以后如何抬起头来？不错，我的事我自己能够解决，当场还有不少弟子。我如果用黄庭真人来镇压白凌风，别人会怎么看？你们放心吧，这事我自有分寸，总有一天我会讨回这笔血债，不会太久的。你们先行回去吧，我自行打坐调养一番就可以了。嗯，既然你已无大碍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自己多多调养。白凌风，贺云飞，我定不能放过你们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实力，要更强大的实力，你们给我等着吧。小叶子，对不住了，当时我没出手帮你。这不怪你，小琪，我也不能凡事都靠你。我要成长，要变强大，终有一天还是会脱离你的羽翼的。唉，可惜，那一卷炼魂大仙术被贺云飞夺走了，要不然你便有机会打开杀神间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？别的办法？恐怕没有了。你体内有8股剑气，就差1道炼魂剑气，多了少了都没有办法打开杀神间石门，而且必须是炼魂剑气。我是说，难道除了修炼炼魂大剑术，就没有别的炼魂类型的剑诀了？这个自然有，而且就在我身上，7大剑诀之一。那不就绝了？喂，你可别高兴太早。我虽然是7大剑皇的剑元凝成，但是每次想打开一个剑技都需要一个人的灵魂血魄。第1道剑技剑符的打开是以你的灵魂血魄为媒介，但第2道剑技7绝炼魂斩却不能再用你的了，必须是他人。哦，7绝炼魂斩听起来似乎很强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打开这剑技的人需要什么条件呢？
每一道剑技打开的条件都不同，比如剑符的打开条件是需要纯阳之身的灵魂血魄，第二道剑技七绝炼魂斩吧，则是需要修炼魂炼之术的高手的灵魂血魄。就你目前认识的人，只怕还没有一个是修炼魂炼之术的人呢。修炼炼魂之术的人确实太少太少了，只有一些魔教妖邪才会修炼吧。也不尽然，有些俗世散修也会修炼呢。当然，这种概率十分渺小。相比于去寻找修炼魂炼之术的人，还不如等几个月再去五季阁借阅那本炼魂大剑术呢。小七啊，你太天真了。白灵峰明明知道我想修炼炼魂大剑术，他会那么轻易的让我借阅吗？我已经可以猜测到了，以后的日子白灵峰定会处处跟我作对，只要我的实力超越了他，把他狠狠地踩在脚底下，才有出头之日。罢了，先不想这些事了。我爹忌日破禁，等我宣扬几天之后，先回去祭拜祭拜他。我很长玉气化神，巅峰入道，神拳之力，破而后立，入道之门，给我破！开了，这就是入道之门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先破后立吗？神奇，真是太神奇了！太好了，练道，我终于步入炼道期了，太强大了，简直就是一步登天！怪不得我不是白灵峰的对手，也难怪他敢口出狂言，等着我去报仇。原来这就是炼道期，只不过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对付白灵峰，否则我真想去撕碎了他。白灵峰，1年，我说过，1年的时间，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击败你，将你给我羞辱的10倍偿还。嘿嘿，1年之内想要修炼出阴阳灵台，难度不小啊。再难，我也要办到。有这个心智便好。剑者初练，首先要锤炼这股永不言败的意志。放心吧，小叶子，1年的时间，咱们肯定可以打开杀神间的。不错，我一定要打开杀神间，修炼成绝杀剑道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会想办法从贺云飞那里得到炼魂大剑术的。不过，现在还得先回家去。对了，上一次去内务堂你还没有接任务。这倒是忘记了，虽然我现在晋升了炼道期，不过还没有举办正式的炼道期仪式，也无法证明我的炼道期修为，还是先去接任务算了。这家伙居然还敢来！他不是被白灵峰打伤了吗？是啊，听说打得跟死狗似的，想不到这才几天的功夫就痊愈了。那又如何？还不是只有被打的份儿。本以为黄庭院这次要咸鱼翻身了，想不到是空欢喜一场啊！就是，亏我们当初那么力挺的，哼，真是丢人！快去禀报，白师兄说过，不能让他有好日子过。好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就回。地点：乾隆帝国落日山谷。任务：斩杀5阶灵兽黑金玄鸟，贡献黑金灵丝。难度等级1级。任务奖励：大神通术一门，贡献值10万。难度虽然大，如果连这个任务都完成不了，如何在1年之后对付白灵峰呢？这个任务我接了。恶熊手快呀，居然抢在我前头。赵武师兄也来了，那正好，免得这小子不老实。木牌给我，饶你们狗命。什么？饶我们狗命？我没听错吧，赵武师兄？没听错，他要饶我们不死呢。哼，我怕死了！你好强哦，叶凌晨！啊，你来打我！我叶凌晨不是什么垃圾货色都能踩的。
真罡煞气，你居然也晋升到了炼道期？你说什么？他叶凌晨修炼出了真罡煞气？难道我们就是被他的真罡煞气所镇压？不会错的，真罡煞气绝对不会错。不会吧，赵武师兄，你不也是真罡境？就算他练成了真罡煞气，也只是刚刚晋升，怎么可能把你也……狗干不了吃屎！这个家伙居然已经变得如此恐怖，随便一招就可以杀我千百次了。叶凌晨，你敢先动手，就不怕触犯宗规吗？宗规只对弱者有用，你想去打我的小报告，只管去就是，看我拦不拦你。这是你欠我的，我说过会偿还，而且是加倍偿还。这点教训你们记住了，以后给我绕道走，否则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赵武，你这个废物，你不也是真罡境吗？怎么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啊？你懂个屁！叶凌晨这家伙定是神拳9变，一次性冲击成功的，我可用了足足3次机会，这能一样吗？什么？他居然一次性就冲击成功了？叶凌晨真是太可怕了，这个变态以后只怕更厉害，即使被白灵峰打了，也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呀。啊！居然直接从玉器境跳过了入道境，真是妖孽啊！可惜啊，他们弱小了点，我还没打爽就得收手，否则他们性命攸关。这次的教训只是个例行，白灵峰才是我最大的耻辱。可惜方才用真罡煞气在贺云飞身上探查了一番，并未发现炼魂大剑术。看来这一次是这小子出计了。呵呵，修为精进的是异常迅猛啊。1级？你确定？是的。1级任务一般都是核心弟子才敢接的。也罢。爹，今天是你的忌日，儿子这就赶回去，给你带你最爱喝的酒，陪你聊聊天儿。你等着我。爹，我给你带了最爱的酒。什么情况？叶家坟地一向清静，今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叶云山，交出那孽畜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，否则我便将你叶家祖坟夷为平地。是李长河，李家家主，炼道期高手。叶云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纵容叶凌晨那杂种行凶！若不是我儿子送家书回来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你们叶家。王天虎，王家的族长，王卓的父亲。我懂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今日我爹忌日，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胆敢来扰他老人家清静，今天绝技不能放过你们。哎呀，李王二家家主，你们万万不可如此啊！那叶凌晨早就不是我叶家人，3个多月前就被赶出了叶家，这跟我们叶家没有关系。是啊，河阳城内咱们叶李王3家一向交好，不可为了这么一个妖子而兵戎相见呐，这不是伤了大家的和气吗？哼，要怪都怪那妖子，若没有他，也不会伤了2位家主的公子了。这个孽畜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伤了2位公子，哈哈哈哈！大长老，你这话是不是说的也太轻松了？我儿于3个月前进入黑木林，至今音讯全无。有人告诉我是叶凌晨杀了我儿，单凭你2句赔礼道歉，这事就算了结了。什么？
死了。这个叶凌晨贱命一条，居然还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叶云山，你贵为家主，不听我们当初的决议，念及什么兄弟旧情，非要保他一命。现在倒好，他捅出天大的娄子，还杀了人。我不管，这件事儿你要负全责。不错，你是叶家家主，这事情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否则今天咱们没完。叶凌晨就是个灾星，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是个错误。早知道今日，当初就该把他扼杀于摇篮了。是啊，现在闯了弥天大祸，却要我们承担，连列祖列宗都不得安宁啊！造孽呀，造孽呀！叶云山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得负责。反正叶云山是家主，家主是干啥的？不就是扛事儿的吗？现在不利用你，什么时候利用你呢？你以为平时大家被你呼来喝去的是白受罪的吗？你们几个老家伙，统统都该死！这些年叶家跟我们王家作对，你们哪一个没有参与？哼！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！别呀！以前那些事儿，这都不是逼不得已吗？叶云山是家主，他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也就只能怎么做，我身不由己呀。是了，我们也不情愿呐。李王二家一向与叶家交好，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都是叶云山，他逼着我们做。你们知道，叶云山才是家主，我们也无计可施啊。只要你们不杀我，我愿意弃暗投明，以后一心一意，只为你们李王二家效犬马之劳。我也愿意脱离叶家。这就是叶家的长老。叶家在这些败类的执掌下，早晚会破败。当我，你白瞎了。既然你们诚意可嘉，今日我们就暂且收编了你们，等回去之后再做处置。多谢家主，多谢家主。你们真是大逆不道！你们可知这是何处？这是何地？这里又住着何人？叶家的列祖列宗都在天上看着，你们……大长老，你们这是离经叛道，就不怕天降神灵惩罚你们？呵呵，要是叶家先祖真的有灵，就会保佑我们，我们又怎么会落到反叛的下场？就是啊，我奉劝你们几个还是早些投降，以免给那叶云山做了冤死鬼。天降神灵，真是可笑！有种你叫他们跳出来呀！哈哈哈哈！大长老说的有道理呀，要你们叶家先祖真的有灵，怎么还会如此衰败？呵呵，我记得叶家有了百年不遇的天才，叫做叶星河，似乎也埋葬在这里吧。正好，这人是叶凌晨的父亲。既然叶凌晨找不到，我们就拿他父亲叶星河出气。王族长有何吩咐？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哪一座是叶星河的坟头？去，给我挖了！我倒是要看看他会不会跳出来杀了我！这个好，这个不错，够解气！快去，不然就立即灭了你！好，我这就去。你敢？你这个叛徒，孽畜啊！杂种，敢挖我爹的祖坟，我要将你挫骨扬灰！叶星河，别杀我！我是迫不得已的，你别杀我！我求求你了！我平日待你而不薄，你放过我吧！
晨儿，是你吗？太像了，简直和星河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了。果然是叶凌晨，这个孽畜居然敢冒充他那死鬼老爹，吓死老子了！叶凌晨，你这妖孽居然还敢来，真是自找死路！各位长老，现在罪魁祸首已经出现了，为了以表忠心，容我去杀了他这个家族败类。就算他去了剑灵宗，修炼才不过3个月，还能翻了天？我现在去立一大功，回去之后，你王二家的人就不好怪罪于我了，说不定还会有所封赏。既然如此，二长老就拿下此子吧。是谁？是家族败类？是谁想要杀我？二长老怎么了？不想表示一下忠心了吗？妖孽，还不快起来受死！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这些家伙来找你安宁，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等事情解决了，我小子再给你另立新家。既然这么想你爹，干脆直接下去找他好了，劈山掌法。晨儿，小心！给我滚！这真刚煞气！你居然进入了炼道期！快杀了他！谁人能够杀了此子，我重重有赏！别杀我，叶凌晨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大长老，我是……你再死1万次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恨。我要叫你挫骨扬灰，我要日日折磨你的灵魂，叫你不得转世。你，还有你们所有人，今天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。这家伙修炼成了真罡煞气，只怕比我的功力还要深厚。不好，今天看来是灭不了叶家了。快走，快走！走，你们试试看！杀！这家伙疯了，彻底疯了！快离去！这些秦兵死了也就死了吧。不错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马上痛骂我卓儿，让他回来。你也活不了，给我死！晨儿，回来！不能杀了王天虎，不可！哎，糟糕了，晨儿只怕是疯魔了。这王天虎还有一子，叫做王叶修，乃是无影剑宗的亲传弟子啊。什么？无影剑宗？那不是在东荒威名赫赫的王级宗门吗？哎，是啊，这一次只怕是要闯祸了。李长河可以杀，但那王天虎杀不得呀。爹，晨儿不像。晨儿，这不怪你，是大伯没有守住叶家。谢家到我这一代衰败如此，都是大伯的错呀。你快起来吧，叶家府邸已经被城主永乐侯以及李王二家的兵围住，再不回去，怕叶家弟子要被屠杀殆尽了。要是那些吃里扒外的长老，叶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爹，你等等，带晨儿去杀了那些人，再回来给您谢罪。大家都给我守好了，等2位族长回来再做决定。这段时间内，每一个时辰给我杀10名叶家弟子，直到他们回来为止。全都给我滚！叶凌晨，叶家的小孽畜，居然这么厉害！什么情况？叶云山，你居然可以活着回来？2大族长呢？哼，永乐侯，梨园中的人已经被我们杀得干干净净，这次回来就是要取你狗命。什么？杀了个干干净净？数百的将士，还有李长河和王天虎2大真罡境高手作战，杀了个干干净净？
谁有这个胆子？谁又有这个能力？凭你叶云山？放屁！叶云山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！我家族长怎么可能给你杀死？哼！叶凌晨，你这小孽种回来了，正好杀了他谢罪。是了，你们以为我是这么容易被欺骗的吗？好家伙，这次不灭了你们叶家，我就不是永乐侯。大伯，我来杀了这家伙。杀我？哼，就凭你小子，别做梦了。纵是如此，今天我也要你付出代价。好家伙，散乱的罡气都如此强横，看来是神拳九变的结果。我定不能留下你这祸根，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罡境实力。既然躲过了，哼，再让你尝尝这招。该死，竟敢伤本侯！炼魂印！中了我的炼魂印，必死无疑。炼魂印，炼魂印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想不到这家伙居然就是修炼魂炼之术的散修。叶凌晨，你这次必须杀了他，用他的残魂血魄来开启第2道剑技。这么一来，你就有希望打开杀神间了。看样子老天是铁了心让你死在我手里了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拿命来！炼魂之术，这就是炼魂之术啊！果然很可怕。只可惜啊，你的炼魂之术用得太随意了，脑残者无药可医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炼魂印居然也被破了！今天你必死无疑！你们的主子已经被我屠杀，若不想死，缴械投降，归顺叶家。我等愿意归顺叶家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想不到啊，我正苦苦寻找的炼魂之术散修就是你，正好吸收了你的残魂血魄。好啦，够了够了，待我消化几日，这些血气就可以开启第2道剑技。你的剑元中有了这血炼之气，便有机会打开杀神间。晨儿，你过来一下，大伯有话跟你讲。什么话？你跟我来一趟密室。大伯，你带我来密室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有，而且还不止一件事。首先说说这次的大战吧。你在叶家坟地斩杀了王天虎，大伯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这王天虎杀不得呀。杀不得？那王天虎带人毁我爹陵墓，扰乱叶家列祖列宗，还要灭了叶家，这等罪大恶极之徒如何杀不得？王天虎是该杀，可是不能杀。你可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叫王叶修，乃是无影剑宗的亲传弟子，并且当作重点培养。我们现在杀了他爹王天虎，他知道以后定会回来报复。无影剑宗，那可是王级宗门。想不到王叶修是无影剑宗的弟子，这个无影剑宗我倒是听说过，确实很厉害。不过无影剑宗在东荒，距离我们云荒很远，只要我们封锁消息，一时半刻他不会知道的。唉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。这王天虎死了也就死了吧，死了也好，省得以后提心吊胆。大伯放心，我如今也是剑灵宗的亲传弟子，过不了多久，我相信就可以成为核心弟子。到时候将叶家，将整个河阳城画地为王，依附在剑灵宗，
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如此甚好啊！既然你说到画地为王，我这就让他们去抄了李王二家，永乐侯的府邸也不能放过。现在云荒各地混乱不堪，亦是群雄割据，我们倒不如自立门户罢了。对了，我从剑灵宗带了一些丹药回来，这里是炼元丹和血蟒灵液，俱是玄级丹药，可以帮你洗髓伐脉，重塑精神。晨儿啊，大伯膝下无子，能够有你这么一个争气的侄儿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为何地高兴啊！大伯，家族的事情我不想再理。晨儿已经不是叶家人，晨儿也不想回来叶家，现在只想去陪陪我爹。晨儿，回来，你且听听我说完第二个事，再去也不迟。大伯把你带来这间密室，就是为了讲你爹的事。我爹？你爹叶星河没有死，他没死。以前我不告诉你，是不想给你带来心理压力。不过如今你已经长大，实力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再加上坟场的事，你回去之后定找不到你爹尸骨，还是会回来问。索性我就告诉你吧。我爹他没死，那他去哪里了？我娘呢？你爹被人带走了，你娘也是一样，都被他们一伙人带走了。带走？谁？是谁带走了我爹娘？妖皇，也就是你的外公，你娘的亲父亲。妖皇？没错，就是妖皇。千年前，西荒妖族横行，群雄割据，局面混乱不堪。这时候，妖皇横空出世，群妖大会上独自调了5大妖王，一统妖道，成为妖族中有史以来第1个妖皇。而他，就是你的亲外公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晨儿，血脉关系是改变不了的。你身上确实流淌着妖族的血液，你从小就比别人的身体更强横，修炼速度也更快，这都是你外公给你的天赋。只可惜，你爹娘这段感情根本不该发生啊！你爹虽然是我叶家第1的天才人物，可终究是凡夫俗子，怎入得了妖皇法眼？妖皇此人是高处不胜寒，桀骜不驯。知道你爹跟你娘的事之后，十分恼火，几度劝说你娘无果，最终惹怒了妖皇。妖皇亲自发布妖道追杀令，抓了你爹娘。这就是我的外公，为了阻止我爹娘，居然可以发布追杀令，不屑他这样的外公。其实当初我劝说过何帝，可惜他们深陷情网，无法自拔。情爱自由，天道人伦。要是和世俗一般，受到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，修什么仙，求什么道啊？这妖皇功高盖世，却如此迂腐不化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晨儿，不要太冲动。大伯知道你听到这消息后会气怒，所以从来都不告诉你。一来是觉得你修为太低，知道这件事亦不能报仇，日子更难过。当然是怕给你带来血光之灾呀。这些年你之所以能够平安活下来，那是因为妖皇根本不知道你娘的肚子里怀着你。你即便是想找妖皇，也要等到实力强大之后。他将我爹娘如何了？这个大伯也不知道，但以妖皇的个性，我想不至于杀了你爹娘，多半是将其软禁起来了。既然你爹娘都在妖皇手中，那么八荒大陆上应该没几个人能够伤得了他们。因此你现在更要冷静下来，刻苦修炼，到时候再去救出你的父母。那妖皇如今修炼到了什么境界？大能期。大能期。
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能期。16年前，妖皇的境界就是大能3阶蛮荒圣修的境界，八荒大陆能够修成蛮荒圣体的寥寥无几啊。如今若不是看在你的天赋超人，又在剑灵宗有了成为强者的希望，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的。难比登天啊！想不到妖皇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。如若按照我这速度修炼下去，怕是千百年都追不上妖皇了。这个敌人太庞大，我们想要扳倒他太难了。目前来说，你千万不能去西荒找妖皇。我懂，大伯。如你所言，我爹娘在妖皇那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等我实力足够，第一时间就去找妖皇，救出爹娘来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晨儿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现在家族的事情已经基本不需要我的帮忙了。回到宗门之后，我会尽力成为核心弟子。要说接下来的打算，我想去一趟落日山谷。落日山谷？那里可是妖兽横行，危险之地。你去那里干什么？我这次有机会下山，是因为在宗门接了一个任务，猎杀一头5阶的黑金玄鸟。落日山谷中正有这种灵兽，我不能空手而归。5阶，素有天空之王称号的黑金玄鸟。不错，5阶的黑金玄鸟。好，你什么时候出发？3天之后吧。那好，大伯正好利用这3天时间，将河阳城的残余分子收编，到时候给你配上300铁血兵，陪同你一起击杀那黑金玄鸟。大伯，不用了，那落日山谷错综复杂，乃是一个原始大森林。叶家的铁血兵攻城拔寨还可以，但是进了落日山谷，怕是起不了大作用。再说河阳城尚未平定，还是留下来镇守叶家吧。我一个人能行的，你相信我。那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趁着这几日好好休养生息。大伯也平定了河阳城，就试试你这丹药，你先去休息吧。本想安稳的睡上一觉，看起来是有些难以办到。我看还是修炼一下那血炼之术，试一试激活第2剑技。血炼之术果然是歪门邪道，不过也确实厉害。可惜呀，我却不可以修炼这邪法。迂腐，道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关键在乎各自心术，心术正，及时使用邪法用来救人、保护朋友家人，那还是邪法吗？心术不正，就算日日坐禅修炼佛法，不一样杀人嗜血。你说的对啊，关键在于个人心术。这么说来，我就是修炼的是血炼之术，只要不为非作歹，也算不得是歪门邪道了。小叶子，我七爷虽然是7大剑皇的一丝元灵，但有些事情还是很清楚。这混乱的世界没有绝对的正和邪，好人坏人都是别人强加定义的。我问你，杀人算做好事吗？杀人？这要看是杀好人还是杀坏人。杀好人那就不算是好事，杀坏人那就是好事了。我刚刚才说，好人和坏人都是别人强加定义的。好吧，既然你一时想不通，我这么问你，黄庭真人待你如何？待我很好。那如此说来，他算个好人了。可黄庭真人斩杀妖邪无数，在那些妖邪的后代眼中，黄庭真人可算是好人？杀1人而保护110人，这叫做侠者；杀110人保护天下苍生，这叫做圣者。为侠为圣者，才称得上是世人眼中的好人。能如此那是不错，即使做不到为侠为圣，我们也要做的本心。本心？修仙问道，求长生和逍遥。长生在乎修炼，逍遥在乎本心。这世间各种理由太多，条条框框太多，如果老是违背本心，日子过得憋屈，那还能逍遥得起来吗？功法道术，想修炼就修炼，
只要对自己没危害，管他什么狗屁的正道邪道。朋友兄弟亦是如此，只要自己喜欢合了自己心意的，管他什么狗屁他人眼光，照交不误。小七，我懂了，谢谢你。哼，跟我还客气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正经事儿，那永乐侯的精血我已经淬炼好，但需要你修炼那猎魂液，内外发光，才好打开我体内的剑气禁锢。太好了，如此说来，很快我就有机会打开杀神间了。魂炼之术多为血灵，血液中蕴含着人体的魂精，以此为印胚，稀释大量精血孕育印胚成型，稀释的越多，炼魂印的威力越大。不过要注意及时对戾气的驱散炼化，否则戾气太重，容易杀戮成性。方法是歹毒力些，掌握好这个度就行。血印已经成型了，不过还太小，需要吞噬大量的精血。我看还是启程去落日山谷吧，猎杀一些灵兽，吸食他们的精血。晨儿，此去落日山谷艰险无比，你自当多加小心呐。晨儿会小心的，大伯，等我有空还会回来看望你的。晨儿这就走了。落日山谷果然名不虚传，是一处可怕的禁地。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几股强横的气息了，至少是3、4阶的灵兽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血云豹的气息，4阶灵兽，而且还不止一头。难道是刚刚我杀了的那2只幼崽？速度好快，已经围拢过来了。这次真是遇上大麻烦了，难道我叶凌晨要命丧于此？怎么回事？不打了？不好，是妖兽！屈臣氏，妖兽，树妖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快想办法斩断这些毒头，否则你会被毒死的。断！快走！这树妖尚未成熟，但也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会消耗殆尽。我的身子有些使不上力气了，独特的毒素已经进入我的血液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，否则当真要死在这儿了。妈呀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是天要绝我叶凌晨呐！小七，你帮我感受一下，附近哪有强大的灵兽禁区？强大的灵兽禁区？你是想，可那不是更加危险吗？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晚死一刻，总比早死一刻好吧？先逃进禁区，摆脱了这群血云豹再说。那好吧，在南边10里外有一处禁区，感受的气息应该是6阶龙魔兽。还有，在北面10里有一处禁区，目前感受不到任何灵兽的气息，只怕更加恐怖。那咱们就去南边。得救了！太可怕了，这些妖兽居然可以无孔不入地出现在人的身边。若不是那些血云豹逃跑让我看出端倪，现在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活呀。落日山谷真是一处恐怖之地啊！看来还是我想象的太简单，太轻易了。今日大难不死，龙魔兽也暂时没有发现，我看就暂时待一晚，休养生息，明日再出去。这女子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哎，别动，也别出声，她好像很专注，似乎没有注意到你。这女人修为很可怕，已经到了炼道期巅峰凡劫境。什么？凡劫境？这个女人？那她想干什么？看这个情况，难道是在渡劫？渡劫？我的天！凡劫千万种，这女子虽然是最常见的雷劫，但却是比较厉害的一种，叫做太乙劫雷。这种劈中之后，很容易形神俱灭。且看看这女子如何渡劫，你也可以学学经验。太乙劫雷，
一提名字就知道不简单。那万一渡劫失败了呢？呵呵，如果渡劫失败，也分很多种情况，最惨的就是形神俱灭，或者就是肉身击毁，灵魂残缺，亦或是灵魂毁灭，行尸走肉。当然啦，更多情况下，渡劫者自己知道能否成功。若是他发现要失败了，会以各种手段去引开劫难，俗称移花接木。我逆成仙。什么情况？成了吗？失败了。这女子定是大有来历，被太乙劫雷劈中，渡劫失败，居然不死，而且连重伤都没有。她身上穿的那一件白裙，应该是一件盗器。管不了太多了，咱们还是先救救这个人吧。伤的也不轻啊，那么强悍的太乙神雷，能够捡回一条命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小七，你懂得如何救治吗？这个医术方面我就不太懂啦。不过我知道这个女人没有生命之忧，体内的神经结构也没有损坏。我想她大概是知道渡劫失败，便将雷劫的威力引到了那一件盗器法衣上，从而毁坏了一件盗器，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么说来，只要用氧气丹帮助她恢复元气，再用龙眼水帮助她再生肌肤就行了，是吧？这涂抹龙涎水得脱衣服呀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女子貌美倾城不说，修为又强大，定是天之娇女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亲你大爷！救人！先从露在外面的开始好了。哎呀，想什么呢？赶紧救人呢！这是要命啊！这比跟那树妖对战什么的更要命。你小子也有今天呐！就你话多，给我闭嘴！这龙眼水的效果真不错，看样子已经差不多了，只要再涂抹几次，观察几次就能够痊愈。小七，你嘿嘿，这等绝色美女，不多看几天，死了都亏本。不过说正经的啊，这个女人背景一定不简单，所以这一次你救了她，对你以后啊，说不定会有帮助。如她这般年纪，能够修炼到炼道巅峰，恐怕整个八荒大陆也不多吧。在八荒大陆上，这种天赋已经十分惊人了。总之，救了这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这落日山谷寒雾甚重，他伤势尚未痊愈，我还是帮帮他。看来还是炼魂印的威力不够啊。等这女子痊愈了，我再去吸收精血吧。应该差不多好了。等一等，人呢？哎呀，别找了，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了，8成是走掉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不清楚，反正已经感受不到他的气息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想他醒了的话，肯定知道是你为他疗伤，看了他的身子还摸了个遍，觉得尴尬，就不辞而别吧。也罢，他走了，我们也走吧。雪女，那小子他……好了，小龙，此事不许跟任何人提起。我已经出走半年了，是该回去的时候了。这是你的禁地，你要好好镇守，切莫伤了那人。这……好吧，雪女吩咐事，小龙一定照办。小龙，后会有期。我看这次足够了，一定可以打开第2禁忌的。小七，怎么样？这次的力量是否足够？这一次啊，铁定成功。好，很好，一鼓作气，给我冲开！成了，成了！
这一次终于成功了，可以教你七绝炼魂斩了，就可以打开杀神阶，真是太棒了！还等什么？赶紧教我七绝炼魂斩，待我修炼成功，再炼制几道七绝炼魂斩的剑符，到时候再去斩杀黑金玄鸟，就有把握多了。好，我马上传授给你。七绝炼魂斩，一绝魂，二绝灵，三绝阴阳，四绝心，五绝六绝气和运，七绝大成绝天命。七绝炼魂斩分为这七式，七式能够连贯使出方才小成。若能够领会其中奥义，发挥出精神意义，以魂力激发，那才能够绝气绝命。绝魂，刺；绝灵，斩；绝阴，撩；七绝绝命。有了这七绝炼魂斩，对付黑金玄鸟不在话下。按道理说，能够和6阶黑金玄鸟火拼，应该不会榜上无名吧？还是说这落日大森林太过庞大，什么稀奇古怪都不奇怪了？不好，黑金玄鸟似乎更厉害一些。这不知道这怪鸟虽是厉害，但好像还是幼崽，力量速度皆不如对方。幼崽是幼崽，不过能够跟黑金玄鸟拼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易了，那黑金玄鸟也足够累了。我看咱们可以出手了。什么人竟敢偷袭本座？七绝绝命！什么？好大的心思，居然还想伤害本座！我要你小命！给我爆！想杀本座没那么容易。剑符，就看你的了！这次看你如何逃生！不妨事，我杀着黑金玄鸟也是为了他头上的金丝线罢了。你这家伙果然难对付到人。不过现在你栽在了我的手里，那就是你的命。嘿，该死的家伙，居然跟我玩阴的！跟我玩？你们还嫩了点儿。楚凤，今天你落到本座手中，就别想活着回去了。只要我吃了你，定然进化成7阶灵兽。死吧！他居然利用了风雷制造出了雷电。完了，这次彻底完了，怎么跑不出去了？神阳极火，是朱雀，糟糕，快走！朱雀？怎么连朱雀也来了？莫非这怪鸟是朱雀一脉？朱雀幼崽？要真是这样，那黑金玄鸟就死翘翘了。朱雀前辈科夫留下这金丝线，这对我十分重要，感谢了。真金不怕火炼，金丝线是不会烧毁的。真金不怕火炼，看来这金盒也是十分珍贵的东西，这个我也收了。多谢朱雀前辈出手相助，要是没事儿，我这就离去了。喂，少年郎，你且等一等，跟我来一趟吧。朱雀前辈既有事找我，那去一趟也无妨。走吧。好可怕的气息，这应该是落日大森林的内部了。我居然感受到了附近有数道7阶8阶的灵兽。我就是朱雀，你也可以叫朱雀尊者。这朱雀尊者的修为，只怕也有练到巅峰了。不知道跟那女人比起来，谁更厉害呢？朱雀尊者，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堂堂朱雀尊者9阶灵兽，也要我一个小小的真刚境修者帮忙？那不知道什么忙？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。我有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刚刚你已经见过了，那是弟弟，
还有一个哥哥尚未破壳而出，不过却已经冰封1000年。我尝试了各种法子，都无法唤醒，最后才知道需要血炼之气才行。如果我可以走出这片领地，或许我儿子早就苏醒了，但是我必须留在这里镇守，所以让老二去寻找。可惜老二的实力还不能走出落日山谷。现在好不容易让我遇上你，可否请你帮我这个忙呢？好，这个忙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感激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白白让你付出的。用你的血炼之气唤醒我的儿子，等同于跟他签订了灵兽契约。等他长大之后，我会让他成为你的灵兽，陪伴你左右的。如此甚好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这就开始吧。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见见他。这就是我的儿子，为了温养他，我一直将他放在这汤谷之内，现在就需要你的精血去喂养他。只要他有动静，那就成功了。我尽力一试。他不能离开汤谷太久，你要尽快。咬牙坚持吧。等等，似乎我感觉到了，感觉到里面在动，有生命之气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哈哈哈哈！只要有了一丝的反应，我就可以让它顺利诞生。你且松手。你怎么样？还行，不过我想我该调养一下了。我先独自休息一会儿，你赶紧帮你儿子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朱雀前辈，情况如何？虽然一时半刻不能够开炼，但我已经找到方法了。只要每日以我这神阳极火温养，少则3年，多则5年，一定可以成功的。那真是恭喜了。我们先出去吧。叶凌晨，真的谢谢你了，你消耗了巨量的本命精血喂养小儿。前辈帮我杀了6阶的黑金玄鸟，叶凌晨也算是报恩了吧。至于小毒雀是否愿意跟随我，到时候凭他意愿，我不强求。原来你体有。虽然你修炼的是剑道，不过我有意将神阳极火传授给你。万一我玩看如何？就是杀死黑金玄鸟的神阳极火。小啊，这等厉害的神火入手还用，那可真是叶凌晨3人之心。神阳极火乃是一脉，在历经数代才自成一脉的神阳极火，因此就算是有人知道了神阳极火的修炼方法，但没有我们朱雀一脉的本命火精作为基础，也是无法修炼的。即便修炼，那也是走火入魔，身死道消。这本命火精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我的本命火精，乃是我元神和精血的一部分。只有通过这东西，才能够修炼神阳极火。你现在就吞下去，不过要忍住痛苦。前辈，你赶紧的，忍住！你拥有着妖族的血躯，不会这么容易被烧化的。我这本命火精是在帮你淬体，所谓百炼成钢。有了我的本命火精焚炼，你的肉身不但进一步强化，体内的血脉经络也就适合修炼神阳极火了。这是神阳极火的法诀，现在传给你。极火3000，神阳独尊。世间异火无数，能够和我们朱雀一脉神阳极火媲美的，只有南冥离火和劫火。南冥离火失传已久，而劫火只有修者渡番劫的时候才会出现。你修炼成了这神阳极火，
以后遇上火属性的修者，可以尽情碾压。太感谢了，朱雀前辈。谢就不必了，这样我朱雀也不欠你人情了。这门秘法已经传给你，至于你日后如何去驾驭，那就看你自己的本心了。我们朱雀一脉在上古时代乃是4大圣兽之一，因此这神阳极火也有着一份神圣的意义。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辱没了它的威名。叶凌晨，自当做到。好了，在森林中就看着你急着离开，现在我们要说的要做的都结了，我这就送你出去吧。不可思议啊，简直就是瞬移啊！嘿嘿，这个不叫瞬移，称之为物换星移，乃是大能期高手才能够办到的。挥手之间，改天换地，物换星移，这已经不是神通可以做到的了。物转星移，当真神奇啊！朱雀尊者的实力真是无法窥探，太强横了。若是能够练成神阳极火，哪怕之后1/1000的威力，也是惊世骇俗的。呵呵，你小子这次算是踩了狗屎，误打误撞救了小朱雀，否则也得不到神阳极火呀。这神阳极火只怕比那地寒剑最鼎盛时的寒气都强大。来这里有几个月了，我看还是早些回宗门完成任务。不知道路飞他们这些日子过得可好？6阶灵兽晶核1枚，4阶灵兽晶核5枚，3阶灵兽晶核居然有87枚，而2阶灵兽晶核足足380枚，总共有473枚灵兽晶核。我的天哪！这次我叶凌晨要大发了，剑灵宗那些人只怕会吓傻了吧？要知道，一些佣兵团也达不到这个地步的。这小子到底什么人？居然拥有这么多灵兽晶核？居然有5枚4阶和1枚6阶的灵兽晶核，真是活见鬼了！怎么样，老大？要不我们杀了他？只要杀了他，咱们兄弟可以在醉香楼快活半年了。嘿嘿。是啊，老大，杀了他，这笔买卖绝对值了。这些灵兽晶核可是咱们3个月的数目啊，何况还是1枚6阶的。剑灵宗的弟子有些不好惹，只是这买卖不能错过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咱干了。这儿本来有座山，被大爷我开了；这儿本来有条路，被大爷我堵了。欲从此地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大劫，就凭你？那当然，不止我一个。兄弟们，出来打个招呼。看这衣物，应该是一个佣兵团。吓傻了吧，小子！我们就是这落日大森林中赫赫有名的阎罗佣兵团。你若不想死，就交出所有的灵兽晶核，我们已经都看见了，一共473枚。交出灵兽晶核，饶你不死。对，那1枚6阶灵兽晶核，别想蒙混过去，赶紧交出来。买路财，倒也是。不过你们也差我一样东西，该怎么办呢？对，我们也差你东西，差什么东西？买命财。什么？买命财？你这不知死活的家伙，居然还想杀我们！找死！兄弟们，给老子宰了！不想死的，赶紧滚！走，赶紧走啊！这些家伙如果是真正的军队，训练有素，不畏生死，今天可能逃走的人就是我了。想必这阎罗佣兵团的财物大部分都放在他身上，上千枚灵兽晶核，这该是多久的积累啊！嘿嘿嘿。南宫雄，血影
门亲传弟子，血影门亲传弟子，血影门，好熟悉啊！我记起来了，血影门乃是白虎地湖境内最强的宗门，达到了7品的级别，比剑灵宗还要高出2个品次。他们的亲传弟子被我一剑给杀了，这事要是被血影门的人知道，岂会就此罢休？血影门的整体实力凌驾于剑灵宗，若是知道被剑灵宗的弟子骑到头上，他的面子往哪搁？小鸡，赶紧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。哎，那群家伙大多都修炼出了真罡煞气，可以凌空飞行，这会儿已经飞出了落日山谷了。我也没有感受到，要想截杀他们，赶紧出去。看来是找不到了，他们定会回血影门报信，只怕到时候会找上剑灵宗吧。小叶子，你且莫急，我发现那10几个人之中，没有一个是跟南宫雄的气息相似。我推测他们应该不是血影门的人。不错，佣兵团一般也是7拼8凑，不见得都是血影门的人。如果他们不是血影门的人，不想趟这趟浑水，也有可能不会去血影门报信。是啊，虽然我见识的事情多一些，但总归没有你亲身经历的深刻呀。这一次还好，只是杀了一个血影门的亲传弟子。要是杀了什么王级宗门甚至霸主级宗门的人，那就惨了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也罢，云霓、灵瑶，几个月了，我已经变得更强大，不知道你们可安好？我这就回去看望你们。真是，我们不能白白受气，一而再再而三，你真的忍得下吗？忍不下又能怎么样？沈家是天通院的龙首，又是天榜第3的人物，就算我跟院长禀报，院长也不能拿他怎么样，了不起训斥一顿，之后他还是照样回来报复。唉，自打叶凌晨走了之后，我们黄庭院的弟子无一不被欺负，见一个打一个，真是太可恨了。白凌风这个败类，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。也不知道叶凌晨什么时候回来。云霓、林瑶，你们要给我保守秘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叶凌晨，否则以他的个性，定会去找白凌风，到时候只怕他也要吃亏。叶凌晨是咱们黄庭院唯一的骄傲，我们不能够让他受到伤害。骄傲，连自己的兄弟都保护不了，好算什么骄傲？叶凌晨，你真是个混蛋！又是白凌风，不但羞辱了我，还背着我对路飞下手，对黄庭院所有的弟子下手。我叶凌晨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。叶凌晨，叶凌晨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叶凌晨，对不起，兄弟，对不起大家，都是我叶凌晨害苦了你们。你们恨我吧？你们都恨我吧？